快乐正上头。本节目由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vivo 实况不用 P， 快乐全在 Life 里。本节目由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本节目由全球销量第1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首款定制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又是一年喜剧之王单口季的比赛，看样子今年这些新人也是来势汹汹啊！你们可要做好准备啊！留给我们的时间不多了，怎么也得跟他们争个高低吧。放心，他们追不上他们。这样时间真的不多了。那么我们换个人导航好吧？大哥，我看黑灯他们已经出发去天台了。那走吧。不是，咱讲脱口秀又不是打架，在这干啥呀？我作为铝合金文创传承人，钱不离身，很合理吧？我们出门在外就是要保护好自己。这没必要吧？哎，你咋啥都没带呢？我带啥武器？啥玩意儿能有咱个好使？我跟他们讲道理。那走呗，干呗，干！怎么回事？这里还有个人呢！我们今天一定会惊艳整个天台。那必须的。听说有帅哥开专车来接我们。真的？谁呀？谁呀？航姐，我来晚了，大家快上车。广场舞俺也会带一个呗。再来一根呗。走吧，集结了。既然来都来了，新账旧账一起算。看看今年留下谁的名字。还好今年不做魔王，这新人也太猛了。就算是个路人甲，谁也要翻身的。浪花飘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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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飘，谁不是个路人甲？谁又有资格评价？任他叭叭叭叭叭叭叭啦
吨吨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vivo 实况不用 P， 快乐全在 Life 里。感谢 vivo S30系列联合赞助播出。感谢全球销量第一的飞鹤奶粉特约赞助播出。首款定制大脑营养，聪明宝宝喝飞鹤，有问题找夸克 AI 帮忙多欢乐。感谢2亿人的 AI 全能助手夸克赞助播出。拉开乐宝放开玩 ，Why not？ 感谢年轻潮流有态度的乐宝啤酒行业赞助播出。加入爱奇艺 VIP 会员，每周5、周6、12点，会员抢先看单口喜剧的硬核对决。上微博搜索喜剧之王单口季，一起嬉笑一下。咱也就1年了，听说你们已经身份不一样了。这个大魔王就是，对，我们就是大魔王了，今年就是小魔王，小魔王。今年我们不一样了，我们有更多凶猛的新人，来势汹汹，各个的厉害之处，各个的厉害之处啊。48组演员全部集结完毕。本赛段团队火拼赛，由内投排名前6位的演员组建自己的战队。林彦期，我是想要你的。行，就跟你了。这都选了，学长。小佳来，基本上站我的我都选我了。来，就这样。我就是想优先女孩子们。想选的是黑灯，那黑灯可能没看见我，我不知道他们谁选我了，我看不见。是秦博吗？是我。OK， 让黑灯摸呢，摸到谁是谁。宫崎投票中的第1名，他将得到1块复活金牌。大家也可以挑战教主来抢这块复活金牌。谁不想要那块金牌？我当时看那个金牌，我就想着说，今天必须拼全力把这金牌拿下。魔王挑战赛，战胜魔王，分数最高的演员将获得复活金牌。队长是干嘛的呀？队长就是上去冲的，就是报仇嘛。去年那个金牌战的时候，就接在富航后面，然后就凉了嘛。所以今年试试看，看看能不能扳回一城。非常期待看到这种黑马打破老大王的这个戏码，已经疯了，就那种全部乱打，打起来就那种，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看。看到吗？台上是谁在领奖？不是我在角落啪啪啪领奖。走错了。排嘴，头好像干脆别上。一开专场，我敢唱店里就响。从来就没有与生俱来主角气场。你只是北京腔，我可是北京腔。没有万人敬仰，只有万人敬仰。用了自己，努力奋斗。就算是个人家，是也是大。谁不是路人甲？谁又有资格评价人啊？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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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许剧本写好，谁上封面头条，我也会被记住，哪怕镜头3秒。他拍他的广告，我拍我的龙套，耳边响起努力奋斗。欢迎杨天真、郭麒麟。谢谢，感谢所有演员这个七嘴八舌的表演啊，辛苦各位观众朋友们了。伴随着刚刚这个聒噪的、刺耳的，像蝉鸣混合着蛤蟆叫一般的歌声，脱口秀的夏天回来了。正式欢迎大家来到统一春福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我是今年的新主持人庞博。我是气氛组组长郭麒麟，谢谢大家。我是面貌一新的气氛组组长杨天真。欢迎！去年啊，节目中也涌现了许许多多优秀的新人演员，当然也送走了很多像我这样优秀的老演员。对，这些演员们从喜剧出发，然后开始上了各种各样的节目啊，比如说拍电影啊、电视剧啊。你说他们还记得自己的初心吗？郭麒麟？我早就忘了，他们记不记得我不管了。不过有不同的人生体验也是好事啊。您也别说我，要说这初心，姐您那大码女装怎么办呀？我现在还是穿的啊。哦，
我穿不上可以提供给你。行，来一长裙吧，这个啊，我也可以，我也可以。那节目今年也是有了全面的升级，除了这个主持人之外，还有什么升级呢？您给介绍一下。哎，我知道啊，今年有从海内外36家俱乐部选拔出来的48组演员，他们雄心勃勃，蓄势待发。到底今年谁能成为冠军呢？相信他们48个人心里早就有了48个答案了。而且我们今年的女演员也变多了，这挺好的啊，这样爹味儿又少了一点。我们每年呢都呼唤能出一名女冠军，如果今年还没有的话，我们就取消冠军。今年喜丹也会有自己的线下演出，大家可以多多的到剧场支持。每场演出的开场曲呢，就是刚刚那首48个人都凑不齐5个音的主题曲，我觉得好笑程度应该不亚于他们的脱口秀。上一季的另外3位老友，我们的魔王也升级了，他们升级成为了尊贵的爱奇艺会员，在电视机前收看我们这档节目。升级成观众了啊！而今年的魔王也升级了，我们升级成了小鹿和付航。这是咱们喜丹的优良传统啊，就老演员晋升，腾出更多的名额，也方便拉拢更多新演员。这个听着不像传统啊，像传销。对，差不多，相亲相爱一家人嘛。而且小鹿和付航绝对有资格来当这个魔王。首先，这是去年的冠亚军，而且段子口口相传，值得回味。passion 是吧 ？passion， 哎呀。但是啊，我认为他们的段子还不是最值得回味的。更值得回味的也是咱们第1季的老朋友，统一春福无糖茶，付航、小鹿，服不服？服啊！服，是肯定服，对不对？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你喝你也服。当然了，今天不光是我们3位啊，还有一位朋友也来到了我们的现场，他是一位大导演。同时呢，他也是一位非常优秀的演员，演过很多小人物，大伙儿肯定是耳熟能详。比如说这个缝纫机乐队里的这个，成功哦比如说年会不能停里的吴建民。我听说最近好像还饰演了那个《长安的荔枝》里边的那个，你那写李善德，他就是著名导演大鹏。欢迎大鹏！我的名字那么难记吗？我是拍电影的大鹏。都说今天是第1集，说我能够组织年会，让我来搞搞气氛，让大家开工大吉啊！那咱们还等什么呢？咱们一起啊！好啊，来啊！单口喜剧哪家强？中国爱奇艺喜剧之王，开工大吉！开工大吉！过年了，谢谢各位。再次欢迎各位来到统一春福喜剧之王单口季第2季，欢迎大家。同时再次欢迎我们的气氛组组长，欢迎天真姐，欢迎大林，欢迎大鹏导演。吨，快乐正上头！感谢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的统一春福无糖茶独家冠名播出。今年咱们有48组演员，其中有29组都是第1次来到喜剧之王单口季的新人朋友，老演员不多，只有19位。不过能看到朋友们回来就很好。喜丹的传统就是老人能好，新人能更好。而且他们已经提前，大家都知道，按座位分成了6个小组，对吧？在昨天，我们各个小组也是，就是各有团魂吧，已经给自己想好了一个小组名跟一个
很幽默的小口号，是不是？没那么幽默，一点儿也不幽默。从杨哥开始好不好？杨们，大家好，我们是生日快乐队，祝你生日快乐！在火锅店起的名儿可能是。对，咱们就当现场有朋友过生日了，好不好？唐香玉，你们组。大家好，我们是刚好相遇。对，刚好山东话就是刚好来那个很棒的意思，港是香港的港，正好我们就相遇在这里。我们的口号是香很破碎的团魂。金牌香港一个不落啊！谢谢了啊。来，嘻哈，你们组。大家好，我是嘻哈。我们的队名是嘻嘻哈哈，我们的口号是嘻嘻哈哈，快乐老家。我觉得新朋友的气势好像更足一些啊，是吧？是。中气十足。这边又是老朋友了，刘仁成。哎，大家好，我们是摘金队，我们的口号是比赛第一，比赛第一。好，没有友谊，可以没有友谊。对呀，就要这个气势。那接下来教主，大家好，我们队名是一颗苹果，我们的口号是一颗苹果，请放过我。谢谢求大家，求大家。我必须跟各位说啊，昨天他们的名字还没有这么谦虚呢。对，昨天这个队伍的名字叫做我要上春晚。这个比较好。他们的口号是我们都要上春晚。9个人的节目啊。那最后黑灯你们组。大家好，我们的队名是制高点，我们的口号是我们要赢不要脸。谢谢各位，也谢谢站在道德制高点的黑灯啊。那咱们气氛组的几位是不是也准备了一个小口号给大家加加油啊？那我们是我要上春晚，我们还好凑点。我觉得咱别团魂了，咱就祝贺各位选手取得好成绩啊！祝贺各位啊，大鹏展翅。那我就祝大家扬名立万。得了，那我麒麟送子，别送金牌子，我们送金牌子，金牌子。美好的祝福啊，收到了，都收到了。我跟大家介绍一下第一赛段的比赛规则。第一赛段咱们叫团队火拼赛，已经分了6个小组，他们将依次派人出战。每次派人出战之后，其他队伍的演员可以选择发起挑战，开启 call out 挑战环节，而且今年是无限 call out， 直到一组对决选出决胜者，他才会走到晋级区，其他暂时进入待定区。咱们今天现场一共是200位观众进行投票，而我们3位气氛组组长一人都是1票，所以满分203票。当然，我们虽然只是一个2岁的新节目，但是我们有一个优良传统啊，所有表演结束之后，依然会根据分数进行排名补位。我们这一赛段最终的晋级名额是36组。这个赛制类似于那种无限车轮战，我可以这么理解吧？不是说这个人站起来讲了，你只要打赢他你就赢了，不是，接下来的人他都可以挑战你，你哪怕这里赢了他，你也不一定赢，你永远处于一种未知状态当中，我觉得这个很刺激。谁都别想安安全全晋级。哇，这个太有意思了。人嘛，都是爱看热闹的。今年这个火药味就浓很多了，看谁不顺眼啊、不服啊，这都很容易。Amazing， 非常精妙并且考验人性。妈呀！
妈呀，肯定期待啊，打起来就那种，就是已经疯了，就那种全部乱打起来，我觉得应该会很好看。而且组队我觉得这个特别好 ，heart 暖暖。这样的话，你们会有那种凝聚力嘛，对吧？你还会有一些排兵布阵，这个更加会凭脑子一些。我觉得这一季的喜单赛制玩的还是非常的花的，但是好在我们还是有团队这个概念，所以大家能够群策群力。我觉得这个好歹缓解了很多单口喜剧演员内心的那种孤独和焦虑和迷茫。你在迷茫的时候是有你的队友站在旁边的，我觉得这是有了团队的特别好的优点。本赛段和去年一样，总分最高的队伍第1名仍然会一起去中国香港见到我们的发起人周星驰先生，我们一起讨论创作。去年就是付航我们组去的，对吧？的确是。到现在还这么激动呢，你看。怎么10分钟你像老了20岁？这个是表演，这个是表演，故意把这个嗓音换成这样，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喜剧，让大家感觉。跟去年一样，2位魔王手里各有1块复活金牌。哦，今年金牌这么酷！今年3位气氛组组长手里也有复活金牌，在比赛中随机发放，不是发给演员个人，他们会开启一个抢金环节，最终金牌花落谁家是由现场的各位观众决定的，有一点点权利，但是不多啊。规则就是这么多，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统一春福无糖茶，祝您福气加倍，大家挑战成功，好不好？加油！那问一问咱们气氛组组长的几位朋友了，天真姐是老朋友了，今年的新节目有怎样的期待？今年就是看到很多的新面孔，也看到很多我们的女性脱口秀演员。因为去年小鹿比较遗憾嘛，没有拿到冠军，所以我期望今年真的诞生一位女脱口秀冠军，这个是我特别大的期待。所以祝福各位女孩们一定要就是充分的展现自己。我觉得去年整个一季参加下来，其实和大家每一个朋友们在一起，我们的情感连结都特别的重，很深厚。然后我觉得咱们这每一期节目就特像一个大班集体，我们都希望我们能有更多的好朋友、好同学，咱们在这班里能多上几节课啊！希望大伙儿，反正到最后也还有返校呢嘛，大伙儿还一块儿回来啊！我觉得比赛不比赛的还真不是特别重要，大家都在线下结为了特别好的朋友啊，在节目之外一块儿也没事老出去玩，所以这倒挺好。周奇墨老说一句话：“喜剧使人相聚嘛。”是，大家聚在一起特别好。那咱们大鹏导演。去年的总决赛给咱们录了加油打气的 VCR， 其实大鹏导演也是脱口秀的第一批老朋友了。第1季脱口秀大会的时候您就来过了。刚才我突然恍惚了一下，因为你说跟脱口秀是有一些连接，我正想着10几年以前呢，我在网上一个人曾经主持过一个脱口秀节目，有一个节目叫《大鹏嘚吧嘚》。你给上高度，来。当时小的时候，每次看那节目，看完了之后，我就感觉到喜剧的内核是悲剧。我从大鹏老师的那种眼神和他喜剧技巧里边，每一次听着听着就潸然泪下，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这才是喜剧的魅力。鹏哥，冲啊！这当了冠军是不一样。我也不知道该说什么。我知道就行了。我知道就行了。行，孩子，你这嗓子哑了啊？没有啊，保存体力，待会儿他们还要挑战你呢。我当时在准备考博，就是在所有这种痛苦的看所有论文的这个期间，我每一周唯一的快乐就是看大鹏嘚不嘚，非常感谢大鹏。哇！那会儿真的是在网站上不知道做一个什么节目逗大家开心。后来我们几个就是单位里面说，咱们要不自己录小视频吧？你就站着说。我们不知道这叫什么节目形式，但是在网上就创办了一个节目，那是2007年，叫《大鹏嘚不嘚》。现在接力棒交给做的足够好的人了，所以这是我的期待。必须的。太好了，当时那帮做脱口秀，就我们4个人做不下去了，改行就都去拍电影了，还能这么改行啊？
有当导演的，有当编剧的，都发展得很好。这是对脱口秀演员的鼓励吗？这其实就像大鹏导演所说的，当时可能没有人做脱口秀，甚至没有人知道脱口秀是什么，咱们更别说有这么多好的专业的观众朋友了。那现在不一样了，咱们算赶上好时候了。除了这个感谢各位观众之外，我们也感谢一下坐在2楼的这些朋友。这些朋友是节目邀请来自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的俱乐部的主理人、老板、管理者们，感谢他们来到现场，谢谢。也欢迎各位观众朋友们继续去线下去剧场支持我们所有演员的演出，好不好？在正式比赛开始之前啊，其实刚刚咱们也发现现场有几位不一样的朋友观众拿着我们的新朋友 vivo S30，是不是？据说还能帮我们的喜剧演员出片，一拍就得拍1整季啊！这个 live photo 神器，大家可以期待一下，好不好？行嘞。交代的都差不多了，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今年的夏天也要开始了，托付给各位了。我们都知道开场不容易，这是一个说了好多年的老话了。我们今天的第一位演员确实也很不容易，他是一位老朋友，而且他是自己主动请要担任开场的职责。开场的很多人都发现了，就是小北，对，是小北，是小北啊。都知道小北擅长开场，但还是希望大家给他最热烈的掌声和最好的热情，好不好？掌声欢迎小北！我现在就是快乐小狗，就嘟，你知道吧？这不好笑。这样行吗？大家好，我是小北，脱口秀演员，讲了好几年。大家好，我是小北。我是小北。就脱口秀老赖，小北，脱口秀演员，还行吧？还行，不是，我都没评价你这高低，你怎么就还行？不是人还行是吧？小北都还行，人都还行，特别棒。我对中华田园猫有意见，尤其是混街头的那种。我觉得我作为一个老人，然后给大家开场，我觉得挺好，把这个场子热的，让后面的演员都好演，然后再让他们 PK 我，伟大，被自己感动。小北辛苦了，北哥辛苦了，没有，给48个人开场。小北太好了，咱们给小北鼓个掌吧。小北太棒了，我们给小北鼓掌。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北。Hello， 想我们吗？也很想你们。这一年过得太快了，朋友们，这一年过得真太快了。不过这一年也有我的收获啊！从节目播出一直到现在，我的小北指南一共演了90多场，不错。然后有一些脱口秀演员听到之后还跟我开玩笑呢，说小北你怎么演这么多场？家里不会是欠了些钱吧？啊！我说首先这不好笑，其次我跟你熟吗？如果熟的话，能不能借我200？能借我？也不是，就确实家里有点赤字啊，有点赤字啊。首先就是我妈啊，我妈沾染了一些传销啊。但是你们别紧张啊，我妈属于传销的最后一环啊，就是消费者。我什么时候发现我妈开始搞传销的？就是家里面多了很多没用的东西啊。然后我问我妈，我说妈，为什么家里买这么多没用的东西啊？我妈说这个儿子，这些东西都不要钱，这些东西都是买枕头送的。我说妈，我从小睡大那个荞麦枕头不是挺舒服的吗？为什么换这个枕头？我妈说儿子你不懂，这个新枕头能治病。我说妈，我没病。我妈说你别废话，躺下试一下舒不舒服？我躺下试了一下，怎么说呢？这个枕头特别像指压板改的，很硌得慌。当时就明白这个枕头能治什么病了，能治我爱睡懒觉的坏毛病。但是我爸从来没有抱怨过我妈一句，
从来没有说过我妈一句不是，不是因为我爸这个人多善解人意，是因为他投资也失败了。我爸爸在2021年房市的最高点买了房子。我还清楚记得那个夏天，我回河北老家，我爸开车去机场接我，回去路上，我爸一言不发，脸色特别凝重，嘴上起了个大泡。我坐在副驾驶也不敢说话，都宿舍坐着。我爸开着车，突然来了一句，他说：“我朋友他儿子有房子，你也得有。”当时他第一反应心里暖暖的。我说：“我爸要给我买房子了啊！”我爸第二句话说的是：“我交首付，你还房贷。”当时有点懵，我说：“爸，我问你个问题，他儿子有房贷吗？”我爸说：“那没有。”说实话，当时有点无语，我就不说话了。我爸还劝我，他儿子，你不能这么想这个问题，你得这么想，他有的你都有，你有的他未必有啊。我说你跟我玩朝三暮四呢是吗？然后我爸当时给我拍了肩膀，跟我说了一句话，让我记忆犹新。他拍着我肩膀跟我说的：“儿子，现在再不买房就来不及了，现在不出手，以后就很难出手了。”怎么说呢，也算说对了一半吧啊，一半。然后当时我就一直不说话，我爸还接着劝我，他说：“儿子，实在不行你当投资了呗啊，这房子每年都涨，实在不行你过2年你不住，再给卖了，赚点钱什么的。”我家在河北秦皇岛，我们那儿有个特别著名的地产叫阿那亚。我跟我爸说：“爸，实在不行在阿那亚买个房子，我听说那儿不错。”我爸说：“儿子，你可能很久没有回河北老家了，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阿那亚那地方离市中心多远呢啊？儿子，敢不敢打个赌？3年之内，阿那亚必黄。还阿那亚呢？阿那亚再好，能有恒某靠谱？”有，朋友们有。我从小到大观察我爸，其实我爸对投资这个事儿一直属于特别稳健的状态。就房地产蓬勃发展这20年，我爸一直属于观望的状态。直到21年直接出手。你就说我爸厉不厉害吧，一出手就有。当时我真是感慨，朋友们，我说我爸真是高手，高手应该在高点入局。我爸特别像盖的一句歌词，就是老子一抬手就能摸到天。我的钱变成袅袅炊烟啊！这2年我家那块房子跌得太惨了。我跟我爸说：“爸，实在不行，再把房子卖了吧。”我说：“亏点我也能接受。”我爸跟我说：“他说儿子，你对这个市场还不是很了解。”爸爸早就挂上去了。我都懵了，你知道？但是我不能怪我爸我妈，确实不能怪他们。虽然他们是投资界的卧龙凤雏，但有句古话说得好：“虎父无犬子。”我在21年开始理财。当时不知道从哪听了一句话，感觉很有道理，就是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谁能想到，朋友们，我们一家3口把鸡蛋全摔了啊！鸡蛋不能放哪儿？不能放篮子里啊，放地上啊！不要了，死了得了，你知道？但是就这么投资，我家也不是一个蛋都没剩下啊，我们家剩了3个穷光蛋啊。21年，正是我上节目的第2年，手里有点积蓄了啊。我有个朋友给我推荐，他说：“小扁要不要搞投资什么的？”去年有个基金涨势特别好，涨了200%。朋友们听完我都懵了，我说那还讲毛线脱口秀啊？那玩意儿来钱也太慢了。聪明人竟爱用钱生钱，买啊！当时特别果断。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当时我爸和我妈都不看好这个。我说这不就有了吗，朋友们啊？排除2个错误答案啊，剩下的 C 不就是正确答案吗？谁能想到啊？这个答案还有个 D 选项，以上全错。我最近看了一下，我买的时候好像是这个基金近10年的最高点。说实话，挺浪漫的。这个基金在最美好年纪遇见了我。21年。在我家属于一个很特别的年份，我和我爸在不同的领域顶峰相见。今年住在家里的新房子里，成宿的睡不着觉。我跟我妈说：“我说妈，你这枕头也不治病啊。”我说睡不着。我妈安慰我，她说：“儿子没事。”爸爸妈妈也睡不着。这枕头能不能治病我不知道，反正这2年给我治得服服帖帖的。
治好了我的阳光开朗，治好了无忧无虑，我的天真浪漫再也不会复发了啊！朋友们，不说了，时间不等人，我准备去买黄金了。谢谢大家，我是小北，谢谢。谢谢小北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小北投票。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我们再次把掌声给咱的开场演员小北。非常优秀的开场演员，但是还是跟各位观众交代一下，以上仅是小北和他一家人的投资建议。不构成任何真实的建议啊，真是。但是说到这个投资，我看天真姐是第一下就拍了这一票。其实我前面就想拍，因为我买了阿那亚的房子。是炫耀啊，是炫耀。反正就是靠自己智慧赚来的钱，这样就。啊，所以我觉得那个小北整个故事结构还是讲得非常好的，就是把全家人的这个命运吧，紧紧的。通过喜剧的方式串联在了一起，这个是你巡演里的段子吗？对，我那个小北指南里的段子。对，哎，你去年整个给人的状态就是非常的松弛嘛，感觉也没有给自己设定什么目标。那你今年有什么具体的目标吗？去年因为太松弛了，就是今年尽量就是希望自己的颈椎和腰椎什么好一点，然后坐姿正一点什么的，不要天天那样什么。没有什么要求对自己。对，希望就是正常发挥，挺正常的，挺正常的，又非常松弛，换个好枕头吧，你觉得得？好嘞，你们是抽签儿决定的谁第一个出来，还是自愿决定的？北子是举手自告奋勇说，那所以如果你不举手，那会是什么局面？他们就会说小北，那你来，我说好。我拍这个灯就是因为这件事儿，不是因为他讲的有多好笑。哎，别介。大鹏得不得以前就这么犀利吗？还是就是？但是他愿意第一个站出来，我觉得我是为了这个给他一票，给他一个鼓励。最近没关注电影行业吧？我最近想在准备买票去看长安的荔枝。一个人不能总倒霉，带着全家一起去看。而且他这个，我觉得啊，这个首先第一个出来演肯定是很不容易，心理压力比较大。但是这个小北每次第一个出来，你就会让别人觉得特别的松心，是特别踏实啊。尤其他的肢体语言配合他的这个文本的这个结构啊，你看小北他个儿高，胳膊长腿长的，然后他还老有这种特别爱大的那种动作，那特别可爱啊。我是觉得你把第一个出来表演的任务完成的非常好，你别乐啊，别乐。他整个人就像是一个作品一样站在台上，你就是特别喜欢他这种感觉，不知道为什么特别开心。而且我们发现小北已经是这个台上比赛经验最丰富的演员了。他其实从脱口秀大会第2季开始就开始跟大家一起比赛了，他参赛经验开始超过王建国了，真是一件神奇的事情。然后还能把开场完成的这么好，谢谢小北。小北是获得了我们气氛组的满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了。我想刚刚观众也给予了很好的反馈，但是永远要迎来挑战，那我们就要开启这一季第一次挑战环节了。大家可以思考一下，要不要选择挑战小北？我们有人去吗？倒计时5秒钟。勇敢的门枪，还有岳明，门枪。哎，这个2个人同时站起来了，3人了。哦，现在3人了。大鹏，
按照站起来的先后顺序还是怎么着？ 2个人或者更多人同时站起来了，选择权就回到了舞台上这位演员手里。那是一个艰难的选择啊，北子，你来决定谁来挑战你。先选择门腔啊。对，虽然我们去年都是半决赛淘汰，但是他比我名次靠前。好，那我们先来一个帅哥对决，好不好？好，那我们请小北先入座，有请门腔。大家好，我叫门腔，很高兴又来到这个节目。我妈跟我说过，上班就是爱吃苦的孩子有苦吃。对，俗话说得好，相由心生。这次来节目的目标，想要再交到更多的朋友，因为去年确实没有怎么去打开自己。不是，没给您投。哦，那肯定是菲菲，菲菲宣战吧。别走，别去，别去。今年希望可以在这个节目上去打开自己，可以更主动的去跟别人交朋友。大家好，老师你好，我叫门腔，你怎么称？您好，我叫墩儿。嗨 ，Hello， 你们会选谁当队长呢？你来这吗？对，行吧，就门腔。耶！来吧。Hello， 来，请，对，你们坐这，坐下面呗。一个人一讲单口。哦，我知道。对啊，这个肯定能赢。你赢定了。小北的北就是败北的北。哇塞！哎呦，我们是个 rapper 厂牌就好了，我跟你讲，我觉得太激动了。以前就这么犀利吗？还是就是北子，对不起。加油！大家好，我是门腔。哎，哇，很高兴回来了，很高兴回来了。去年节目播出之后啊，生活发生了一些小变化，赚到钱了。啊！哎，我钱老板还发消息问我，他说门腔你回不回职场？回职场，我连他消息都不回。最近在看房，因为去年住奉贤实在是太远了，住在奉贤实在太远了。因为录节目，我想租一个近一点的房子。我最近就在密集的看房，很密集的看，在小红书上看。大家看过小红书上那些房产中介视频吗？啊，就视频开头有一个很帅的男的，穿着一个西装3件套。视频开头他会这样：猜魔都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他给我推了一套郊区的一室户，毛坯房。这个中介还非常有信念感的介绍，他说：“总裁欢迎回家，您家就在地铁21号线终点站，26年底开通，总价60万。”总裁为什么要住地铁终点站？他钱呐，都充交通卡里啦。但不得不说，这个标价60万，我还是很心动，正好符合我的预算，我就收藏了这个视频。收藏完了之后，小红书疯了，一直给我推房子的视频。怎么说呢？我现在对上海的房市很了解，在网上啊，会把上海的房子根据房价分为3个等级，3000万以下的叫刚需。刚需什么意思啊？啊？我看中的那套60万的毛坯房，和别人2999万的房子一样，都刚需。这种感觉就好比我门腔和郭麒麟一样，都儿子。大鹏和斯皮尔伯格一样，都是导演。3000万到1亿叫豪宅，1亿以上是顶豪。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了解这些。
可能就因为我只是一个普通的男人，男人嘛，就喜欢了解一些自己能力够不到的东西，并发表辣评。我身边朋友都这样。法拉利开起来不舒服。张伟丽打不过我。黄嘉尔没有上海户口。手机刷太多房子了，真的，我感觉我的手机啊被我富养起来了。打开首页，全部是什么珠宝腕表香奈儿，游艇豪宅王嘉尔。啊，我明明只看中一个毛坯房，我的信息茧房却是个豪宅。我这个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发财致富了，这难道不就是作茧自缚？真的号扬起来了，真的肆无忌惮。一开始给我推的是猜这样一套房子要多少钱啊？前2天给我推了一套上海市市中心顶层大平层。视频开头是一个旁白，黑底白字，旁白是这样说的：他说，如果和珅还活着，在上海住什么房子？我心想，和珅这么贪，难道住贪城一品？我太好奇了，我就拉着我女朋友小陈，我说你跟我看看和珅住啥。然后视频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一个90平米、270度江景欧洲古典主义装修的厨房。他给我介绍呢，他说我们这个厨房的墙面全是德国原装进口的，一面墙要60万。我心想，德国什么墙这么贵啊？柏林墙吗？这个，而且60万，朋友们，一面墙，这个数字很有针对性。60万，小陈说：“哎呦，门枪，我们这个房子也不是不能买啊，这个房子买完之后，我们家徒一臂。”然后视频从厨房走到饭厅，走了半分钟，还是快进。小陈说：“门枪，你想清楚，你以后住在这里，吃饭都吃不到热的喽，再也吃不到西冷牛排，只能吃西牛排，因为冷掉了。”然后是这个房子的最大卖点，3梯1户。我的反应比你们还慢。我当时看完之后，3梯1户什么？3梯1户啊？为什么要3梯？为什么有钱人出门要3部电梯？啊，为什么？这谁住？这个房子只能给哲学家弗洛伊德住，要么给余祥宇住。啊，每次出门，每部电梯分别装着他们的本我、自我和超我。最后是这个大平层的售价1亿8000万，1亿8，我吓死了，我想要退出，手都在抖，不小心抖进了详情页。他给了我一个最优的购房方案，他说首付6000万，还可以啊，就2个刚需而已，分期30年，每个月还60万，60万，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还记得，我一开始只想要买一套60万的房子。刷了几个礼拜手机，我现在每个月要买一套60万的房子。我感觉我被这个视频冒犯到了，有点被这个房子骂了啊！我怎么在我自己的信息茧房里都能被搞破房？我觉得不能只有我一个人破房，这也是我写这个段子的主要原因。严格来讲，这个段子不是讲给你们听的，是讲给你们手机听的。看到这里的观众朋友们，已经来不及了。下一次打开手机，你的小红书首页就是3梯1户和珅门枪，王嘉尔没有上海户口。听一段脱口秀，附赠一个信息茧房，主打一个防不胜防。谢谢大家，我叫门房，谢谢大家。谢谢门枪的表演，喜欢他的观众朋友，不要忘记为门枪的表演投票。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再次谢谢门枪。
这一段讲的还是大家很有共鸣的，我看各位频频点头，是不是？天真姐是哪个点击中了你？首先，我觉得门腔进步非常大，就是你的话题跳出了你的舒适区，就是没有在聊职场的东西了。对。然后第二个，我觉得是有很多的技巧在里面的，就是通过对自我性别的攻击和嘲讽，然后对，反映了一些共性里的现象，所以我觉得是蛮好玩的一件事情。然后还有那些排比我都很喜欢，比如说儿子和儿子的对比啦，大鹏导演跟斯皮尔伯格的对比啦，对这些我都觉得很好玩，就是它是不是那种第一反应的笑话，但你一听你明白后面的意思以后，就会觉得很高级。那是个笑话吗？不是，是表达一些敬意。我一直当很高兴在那鼓掌呢。万一斯皮尔伯格看咱们节目怎么办？I think hi, Mr. Spielberg. 加油。所以我觉得把这些东西都融在整个段子里，就讲得非常好，我很喜欢今天的表演。而且门腔刚其实说的特别对，我确实是刚需，我们家刚挺需要我的。是吧？哇，这个怎么这么好笑？我咋没想到？哎，你别这么说，是这样的，我觉得门腔这会儿应战是做了一个特别厉害的一个选择，因为你和小北的这个节目太有对比性了。对你上来你说买房，你正跟他打在一块儿，这个对，我的天，他这个策略性实在太强了啊！所以说无论怎么样，我觉得刚不刚需，我都得给你来一票了，都是，特别好，特别好，更美妙的是，他在最后打破了这面墙，啊，我们都知道这个在表演的时候，你面对是个屏幕，现场有我们，但是另外一边的观众他是一定通过一个手机或者一个电视正在看，你打破了这个墙，然后来讲这个事儿，这个互动，我觉得是特别了不起的。那气氛组给了他3票满票，那我们请小北也回到舞台之上。这是今年的第一次对决了，请为我们公布小北和门腔对决的结果，请看大屏幕。小北非他莫属，我们的松弛达人，让人感受到轻松是一个很重要的能力，很多人没有这个能力，包括我没有这个能力啊，我很羡慕小北。我觉得门腔挑的也非常厉害，他也去做了更多表演上、呈现上的一个优化和调整，所以我觉得他表演得非常好。我们恭喜门腔获得了胜利，我们也恭喜小北171票，是一个非常优秀的成绩了。哇，171还能赢，那门腔真的超高的。小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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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投票啊，早干嘛去了？现在喊小北，你投票我还在呢。谢谢大家给我投的票，谢谢。其实我想说2句。其实大家还记不记得去年，然后小北被淘汰的时候，他还放了一首歌，也是非常欢快的这种状态。他从来就是这样的人，我非常欣赏小北，就是这一点。然后那个事儿可以说吗？哎，不是，现在你必须说。就是小北，其实他在上一次比赛的时候，家里或者说是怎么样，遇到很大的变故，后才反复的去问小北，小北都没有说出他到底有什么事儿。完了之后，他也不让人家剪那些东西，他就希望给观众留下一个完全快乐的状态。然后不管从任何一次录节目，小北永远是第一个开场。我觉得所有的掌声都应该送给最好的小北。小北确实是把自己最快乐、最松弛的一面献给观众，但他其实真的是在对于自己的演出非常尽心。他90多场专场，这是一个非常高的密度，但他真的是全世界各地飞，把小北指南完成带去给那么多喜欢他的观众。他整个这个行程的密度对他的压力也是。别说都毛片儿，你们。不是，这是开场规则把你俩弄懵了吗？没淘汰，没淘汰，没淘汰。然后同时告诉大家，为了不影响大家继续的选择，我们暂时也不公布门腔的成绩。我们先请小北进入
待定区。这个准备挺好。哪来的纸啊？就是你能感觉到观众慢慢对你不好奇了吧？有好奇，然后见你很开心，到已经感觉没有那么好奇了，但还是想看看你，就那种状态。然后自己也有状态的变化，就感觉身边的人换了一波又一波。就是今天集结的时候，我就是左右就环顾了一下，我就感觉人来人往，就那种感觉。每年感觉人都在变化。以前还是录制还都90后呢，现在已经是00后了，现在已经有04年的演员了，比我小10岁。以前我是最小的，还能童言无忌一下，现在只能为老不尊了。希望所有演员泄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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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可以晋级。好，有其他的朋友要对门腔发起挑战吗？如果有人要对门腔发起挑战，慎重思考后请起立。门腔今天太稳了，它像那个高铁上端的那杯那个矿泉水一样，一滴不漏，真的。就是太强了。别这样，倒计时5秒钟。没有人向门腔发起挑战，也就意味着门腔将直接晋级。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他的最终票数，请看大屏幕。哇，186票，恭喜门腔成功晋级，请前往晋级区入座。那下一位朋友，我们把这个热情延续下去好不好？我对他非常有信心，因为他去年就给我们带来了非常多高燃、热情、充满力量的表演。他最后一句终生献艺，也宣布他一直会留在台上。掌声有请刘洋教主。大家好，我叫刘洋，是一个喜剧演员，来自单立人喜剧。我其实去年，说实话，稍微有一点点遗憾。获得年度第5名。后采的时候也不用问明年来不来，绝对来，因为一个喜剧人就是要永远不退役，要终生献艺。谢谢各位。刘老师终身献艺嘛，他得来一票。我先要给教主投一个。教主，刘洋。刘洋。谢教主。给你一票，教主。最后一位组长了，刘洋。哎呀，这个真是诚惶诚恐啊！我天，教主厉害，教主厉害。好了，我看哪个小朋友没有听老师说话？有一位神秘人为我们准备了一份礼物，恭喜所有演员投票中的第1名，相信他也是大家心中的冠军之一。他将得到1块复活金牌，当然也鼓励其他演员勇敢挑战，从他手里抢到这块金牌，努力加油！让我们恭喜刘洋教主获得这块神秘人专属复活金牌。这个，哎呀，真的是好难猜啊！该不会，哎呀，不对，他，不，他可是，哎呦，那难道是啊？不对的，哦，该不会是周星驰老师吧？太简单了，因为我本人是见过星爷的，我们去年成绩还挺好的。说实话，拿到金牌的时候会是有压力的，脑中会浮现很多的念头。但是我只希望这一次能够在这儿开开心心的继续讲，然后能够多把自己的一些个风格展示给大家，大家能多看到一些个我的作品就好。
其实去年到今年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就是我做了一个近视眼的手术，大家应该能看出来吧？看出来就有鬼了哈，看出来。我做了一个全飞秒的手术，然后做手术的原因也非常的简单，上了春晚之后看不清未来的路了，然后我当时做这个手术很紧张，我想先在小某书查一下，我想搜一下全飞秒手术到底是什么样。一搜，我天，说什么的都有，真的各位，有帖子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夜间视力下降，聚焦都聚不上了，还有说做了全飞秒手术之后能戴墨镜了，重启第二人生了，还有一个帖子说做完全飞秒手术当场就后悔，一点开后悔没早做。后来是我有一个朋友推荐我去一个德国的诊所去做。说实话，各位，我听到是德国诊所的时候，心里有一丢丢的向往，因为我以前听过很多关于德国的都市传说。我不知道各位听说过没有？有一个最有名的，我给你讲一下，最有名的青岛下水道的故事，各位听过吗？你们来着了。今天你出去之后，你就是最懂青岛下水道的人。说青岛下水道为什么这么多年一直不堵？下多大的雨到那儿叭就漏下去，渤海放那儿叭就漏下去。有时候车过那儿叭就没了，为什么这么厉害？就是当年德国人给修的，说修的有多好，说修的最后有一下水道有一天坏了，大家把那个下水道一拆开，全青岛的下水道工人全傻眼了，那零件见都没见过。当时实在没办法了，也不会修，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说来也怪，不会修下水道，会德语。打过去之后就骂德国人说：“哎，你们那下水道坏了个屁的！”当，德国人说不要慌，下水道固有一坏。我们当年就预料到这个结果，所以我们在下水道附近3米处挖了一个坑。你打开那个坑，里面会有个油纸包，大家一打开，真有个油纸包，一拆开里面就是下水道的零件，换上之后下水道完好如初。我天，各位，这个故事非常的扯，各位哈，千万不要信。已经有观众开始记笔记了啊！我今天好了解德国下水道啊，千万不要信。但是说实话，这么扯的故事，当你要去找一个德国医生做手术的时候，你心里就有一点希望它是真的。因为一旦是真的，各位，我的眼睛得多有保障。10几年后，我的眼睛突然就坏了，全国的医生束手无策，没办法，只好给德国人打电话，还不会德语，只好找一个青岛下水道工人给德国打电话。青岛下水道工人一打过去，哎，那下水道好了，眼睛完蛋了。当，德国人说不要慌，我早知道眼睛固有一坏，所以我们在他角膜3厘米处挖了一个坑，你们中文叫酒窝。那里面我放了个油纸包，大家一打开，真有个油纸包，里面一拆开就是我的角膜。换上之后，眼睛完好如初。德国医生因为私藏角膜被判无期。当然我去了那个医院，我发现最大的问题根本不在于医术，这个根本不用担心，最担心的是怎么跟德国人交流。我天，我们俩那个交流，用德语我不会德语，用中文他以为他会中文，我们俩交流，我中间实在没办法，我说不行就用英语吧，啊，我也教了10几年英语，德国口音的英语说慢点我应该听得清。各位，德国口音一点都不是问题，词汇量是个大问题啊。那医学词汇一个都听不懂。那医生给我描述了一下全飞秒手术的全过程，我从全飞秒手术就没听懂。我给各位科普一下，全飞秒手术的英文叫 smile， 听着像一个手术的名字吗？我在那聊着聊着，他跟我说 smile， 我就。他说奶 you smile， 我说 I smile 着呢，哎，这都快 laugh 了，这嘴再咧就疼 cry 了，这就。最后我实在没办法，我在医院里随便找了个护士，我说您好，那个麻烦您能当一下我们的翻译吗？那个护士说可以，2个字刺痛了我。我30多岁了，教了10几年英语，英语没法跟人沟通。
那护士看着20刚出头，能翻译德语，所以我特别毕恭毕敬。我跟人护士说，我说那个能麻烦您问一下，我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那护士问医生，他的夜间眩光会严重吗？我说刚刚这个环节我是哪儿不会呢？然后最紧张的是做手术当天，做手术当天真的非常紧张，因为我非常担心这个手术出风险。各位你应该能理解，我无法承受近视眼手术带来的风险，因为我们已经有一个盲人脱口秀演员了，不仅盲了，段子都被他写差不多了，去年拿着段子都得第3了。我要是出了风险，我真是字面意思上的白瞎了。所以我一个劲儿问那个护士，我说那个您能跟我说一下有风险吗？有没有风险？护士说刘先生，您真的不用担心，没有什么风险，您只要做好术后护理就没事儿。来把这个术后护理包拿着，我一拿这护理包，我说哦，这个我知道，油纸包来了啊。我拆开那个护理包，各位，里面赫然放着一副黑灯同款墨镜。我说你再说一遍没风险的事儿。你最好给我这个墨镜，唯一的目的是告诉我黑灯在你们医院治好了，这墨镜它用不着了。他说刘先生真没风险，您还有什么担心您随便问。我说那我问你，如果我在手术过程中眨眼了怎么办啊？我一眨眼，眼皮给我切了，我以后跟个鱼似的，我天天我就这么瞪着。他说刘先生，他原话，刘先生您真不用担心，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会有东西给您开眼。我说那你最好好好让我开开眼。我躺手术床上说刘先生您看这是圆明园的龙首。我说嚯，快给刘先生切眼睛，切好了。后来发现多虑了，各位多虑了，手术非常的成功。我做完手术那1秒，然后德国医生跟我说手术很成功。那个翻译跑过来，手术很成功。我最后一次复查，我复查的时候，医生跟我说恢复得非常好，恭喜你，可以走进摘掉眼镜的世界了。但是，我说有但是，咱不第一开始说吗？我说但是什么？他说但是，您年底就要38岁了，40岁左右呢会出现老花眼的症状。我说那严重吗？他说没事儿。戴眼镜就好。谢谢大家，我是梁先生，谢谢大家。谢谢刘洋教主的表演，喜欢他表演的朋友们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别唱。谢谢大家，谢谢。其实刚刚大鹏老师问小北是不是怎么主动开场，教主也提了要帮大家开场，对吧？对，在这个谦虚大赛中，比小北还谦虚，就把他推出来了哈。小北手一举，我就把手放下。确实，老演员还是有老演员的这个风度。而且教主去年特别忙，对不对？熟悉他的朋友都知道，这个上春晚，然后哎，这也挺忙，挺忙。然后专场的巡演还写了一本新书。但最值得我骄傲的是客串了大鹏老师的电影啊，《长安的丽人》。谢谢，学到了非常多，大家一定要去看，一定要去看。大鹏导演今天是第一次现场看教主的表演吗？现场看是第一次的。他不只是说脱口秀，我认识你还是在另一个喜剧节目上，他都可以做得很好。然后我听说他保持了一个记录，就是说全中国开单口喜剧专场最多的喜剧演员是吗？全内地，他就是为了把黄子华排出去啊。对。总的来讲是个特别有上进心的人，我看你的演出我很感动的，因为其实你是很用力在希望大家笑，不像好话，鹏哥。其实你的文本、你的创作已经相当厉害了，
刚才有好几次想拍这个灯，还没给你拍的机会，可能就进入下一环节了。我觉得你稍微再放松一点，可能你整体水准还能再提高很多。行，下次我说完一个梗就等大家。谢谢鹏哥，谢谢鹏哥。太上进了，就表现出对很多事情的一种好奇。其实咱们这个节目里面有好几位演员，最后都参与了我电影的表演，然后大家也都非常好的完成了自己的角色工作。刘洋跟其他人不太一样，在现场有他戏没他戏他都去，他琢磨。这是好话，这是好话。喜剧卷王嘛，这怎么说的？我像要进军摄影行业了，我这不是啊，鹏哥，我那角色还在吗？我就是想跟你说这事儿才来的。有他，眼神好的话还是能找到的。那大林跟天真姐都很熟悉了，是吧？很熟悉，而且我觉得其实他那个前面那点讲下水道的，我觉得还真挺有意思的。尤其教主在模仿这个德国话的时候啊，他这个用力就非常合适了。而且后来他说那个跟那大夫交流不了，说那小护士行，我以为那小护士告诉你他在青岛修过下水道呢，我以为。教主的表演我是很喜欢的，因为我觉得他是很有个人风格的。就是教主给我一种喝醉了之后梦游的感觉。你是通过比较荒诞的叙事方式，但讲的又是现实主义的故事，所以他就会给我一种在梦境里跳进跳出的感觉，就像一个人在给我形容他非常奇幻的梦境。我觉得就是因为有一些现实的东西，你用的是非常强力的表述方式，那个效果会更准确。所以我是在想，你的个人风格其实不太可能变松弛，因为这就是你嘛，人就是这样。对，所以这个风格可能是个锚定的东西。那么加什么内容匹配这种紧迫感，它也许你的那个风格感会更强烈且更恰如其分。我觉得那个方向也许是可以再探寻一下的。我的感觉是，那个如果更准确的话，那个能量会非常大。谢谢。其实我对刘老师来说，我觉得能跟刘老师，真的，我发自内心的，就是我能跟刘老师站在一个舞台上，就是我的荣幸。哎呦，真的，你们不要觉得我捧他，我其实非常崇拜刘老师，我并不是崇拜他这个人，他的教师身份是吧？我是崇拜啊他的学历，不是，我是崇拜刘老师他台下的人格。刘洋是那种人，就是他不管赢了还是输了，他都能非常认真的在台下就握一下我的手，说付航冲啊，他是这种人。谢谢。我们看到刘洋教主获得了气氛组的3票满票。同时要向大家说明的是，在集结的时候，教主因为他是今天的那头第1名。所以他获得了一块由星爷直接发放的复活金牌。刘洋教主的金牌会随着他的表演结束直接触发抢金环节。其他5组的演员要不要选择挑战刘洋教主？倒计时5秒钟。选我！哎，是有金牌嘛？可以试一试，试着去抢一抢那个金牌。还是希望能有一个起码在我心里觉得是强对决。我想重新作为一个很多年不见的比赛的老友，一起再战斗一次。因为我觉得我这趴段子我自己也非常喜欢，我也想打一个非常强劲的对手。此刻选择权回到刘洋手里，你要从这3位同样优秀的朋友中间选择一个作为你的挑战者。因为我刚刚看到王悦第一个站起来的嘛，所以我就选王悦吧。好像我赢了一样，好像是。大家好，我是王悦。我工作里面跟我见了4、5次的客户，他管我叫王哥。如果非要网恋，想想我是甜甜，感觉我这个人吧，性别还挺随和的。其实去年就看到好多那种好朋友，大家一块儿来，
台前幕后都有个照应，然后相互帮助啊之类的。我身边其实也有好多好朋友，但是我觉得只有嘻哈是在我很多非常特殊的节点啊时刻，他是唯一一个能给我力量的人。今天嘻哈又专门给我的专场开场，我非常开心，主要是离成都比较近，然后想的是能够给王源开场，尽量我给他开，因为就是看有些演员开不好。你紧张吗 ，baby？ 我一点也不紧张，你看我都在跳。其实那个时候我们两个已经很紧张了，完全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就做点运动吧，跳，一会儿上场，加油，跳！我去年就说过了，要是嘻哈能来就好了。我愿望是明年能跟嘻哈一块儿来，叫我放手一搏，我不至于吧？回去跟他打搏击，嘻哈等我回来放手一搏。今年没有想到他真的来了，就是。这里是爱奇艺创意大厦，然后我现在给买了杯咖啡，在这儿等嘻哈。看看是谁？是谁呀？这是？你是谁呀？谁呀？我是你吗？哎呀，你来了就好了，真的没什么担心的了。我这次为什么来这个节目？说，哎，其实就是为王悦来的嘛。优点啊，可以单出一个综艺嘛，就是他优点很多呀。你不要看他小小的，又挺会照顾人，然后从内容创作来讲就不用说了。王悦应该是这2年我觉得进步很大很大。他自己私下也很努力，然后包括很钻研这些内容啊，有些东西甚至理论都是他给我讲，哎，挺不错的。我觉得今年信心比去年其实更强一点了。去年其实一整年在线下也积攒了很多信心，包括观众对我的爱、对我的认可。我今年想挑强的打，就是越强越要打。不是，我有点好斗了。没有，就是你不管是从自己的担当来说也好，还是说好胜心来说也好，你今年如果上节目有机会的话，一定是就是挑强的。大家好，我是王悦。朋友们见面了，真的。去年我上完节目过后，应该很多朋友认识我了吧？有认识的吗？有吗？认识。去年确实一整年，我也在线下巡演我自己的专场，也演了很多场。说实话，这个工作越来越忙，我现在身体跟不上了，我痛经。我也是会来月经的啊。真的，我把你们当自己人才说的。其实我每次来月经，我从第1天我就开始痛。那种痛可能很多男生不太能懂哈，就是你上学的时候，几个人端着你的腿去撞树，这连撞7天啊！我上一次来上海，我出差也是在虹桥机场，那天突然我在机场走着，突然就来月经了，一下把我痛的就晕倒在地上，当时来了3个男的抬我，没抬起来，抬不起来，顺手就把我放在地上了，旁边围过来好多人就在问，他说怎么了？我躺在地上很虚弱，我说痛经。旁边人说小伙子痛得都神志不清了吧？我又补了一句，我说女的。旁边人说都什么时候了，怎么还在想女的？本来我是一个很能忍的人，真的，有的时候我就想着，我说忍一忍就过了，大不了我就忍到绝经那天嘛。但我除了痛经啊，我还月经不调，可能很多男生又不太能懂哈，就是你上学上得好好的，突然有几个人他端着书就来撞你。我的月经就是这个样子，真的，来的时候也不说一声，到点儿了他又不走，在的时候我浑身都不舒服，我的感觉这个东西不应该叫大姨妈，应该叫领导。
导吧，大家都是领导哈，有的时候是不是也坐在位置上在那想说忍一忍，忍一忍就过了，大不了我就忍到退休那天嘛。你掐指一算，你说哎，退休那天刚好就是绝经那天。而且我觉得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就是那些退了休又绝了经的女人。但现在应该没有这样的女人了哈。现在虽然绝经提前了，但是退休延后了啊。这个月经不调，月经不调，我不知道你们谁不调哈，我要调。我还是找了一些小诊所去看的，前后起码找了8个医生给我调，调完了他们说我月经不调。有的时候把那个医生都调烦了，给我抓了药，他开始这个药也来点儿，那个药也来点儿，到最后他都问我，他说这个你来点儿不来点儿？我说我是来医院抓药的，我又不是上食堂打饭的，我这。上一次我在虹桥机场把我痛晕了过后，我就回成都，我说下定决心我去大医院挂个专家号，好好看一下我这个妇科。那天我老早就去了，一到诊室，医生问了一些基本问题，他就给我提了个要求，他说你能不能把你衣服撩起来，我检查一下你的胸。我怎么好意思嘛，我胸又长得不好看。我虽然没有身材，但是我有身材焦虑哈。他长得像一个8字。好了，你们也不要盯着看了。而且那段时间本来就因为月经不调，我的8字还挺硬的。哎，医生接着问我，他说你确定你自己是 XX 还是 XY 吗？我说我是 XL。你问的是你的染色体，妈呀，染色体好陌生的词啊！我说我的应该是染的还可以哦。医生也很难为情，他就问我，他说：“哎呀，你不要误会，我是观察你，长了一圈小胡子，你声音有点像个男的，我怀疑你体内有2套系统。”妈呀，当时把我吓坏了，我说什么意思？一套安卓，一套 iOS。而且本来上医院想检查一下月经来不来的事儿，那天变成月经该不该来的事儿呢。我当时月经一下就不痛了，我头有点痛了，你知道吧？然后医生就让我赶紧去做一个全面的妇科检查，我就去了。说实话，做检查的过程当中，我心里还是很纠结的。我都在想，要是我检查出来我体内真的有男性系统，我怎么办？我的朋友们怎么面对我？我出走半生，归来竟是少年。我想了一圈，我觉得这个事情，世界上最开心的人应该是我爸爸。我爸爸太想要个儿子了，但他这辈子只剩下了我和我妹妹。不过我觉得这个事情什么时候跟他说，他应该都会很开心的，哪怕他去世那天。我就站在他面前，把我的检查报告拿出来，我说：“爸爸，其实我不是你的小棉袄，我是一个假2件。”我爸爸绝对躺在床上在那儿瞑目啦。等一下，顺便把你妹妹送去再检查一下。爸爸能等。但我这个检查很快就做完了，我赶紧拿着报告单回到医生的诊室，一路我都很紧张，我也需要一个结果，我就站在门口悄悄问医生女儿女不女，很像站在产房门口，真的，别的话都别说了，就告诉我是男孩还是女孩吧。医生说恭喜啊，女孩，全女孩，158斤的大胖丫头。朋友们，我活了快30岁了，真的。那天我才感觉自己是一个被官方认证的女人，你知道吗？这个段子你们也别闲着，播出那天你们就给我把消息往外散哈。逢人就说王月纯女的啊。那赶紧给我看看我月经不调的事儿吧。医生给我总结了一下，看了你的报告单啊，我们就发现其实是因为你体内雄性激素过旺，说白了有点超雄，你知道吗？你雌性激素太少了。不过你这个情况没问题的，你慢慢的。找个男的，生个孩子，激素就稳定了。我说激素稳定有什么用？老子人生都不稳定了。
我是来医院看病的，我又不是来求子的。你让我这个样子，我上哪里去给你找个男的？我一想，我说，哎，虹桥机场那儿3个男的，还挺有责任心的啊。但我后来在想，居然在那一刻，我真的在考虑，要不然就听医生的吧，我找个男的当个药引子。但我觉得我这样不对，这样不对啊！大家都说不要物化女性，我居然在那儿要物化男性，你知道？我就问医生，我说其他真的没办法了吗？医生说实在没办法的话，我当时就知道他有办法。他说，要不然就给你开点补充雌性激素的药吧。我说啊，这难道不应该是第一个办法吗？那个药我买了，就几10块钱一瓶，我现在也在按时吃。说实话，月经已经好多了，而且他调整那个雌性激素嘛，补充上来了。现在有的时候在家里开始偷偷穿裙子了，你知道？所以啊，朋友们，真的，关于医学、婚姻、男人、痛经，我觉得咱们能花几10块钱解决的问题，真的没必要花自己几10年。谢谢大家，我是王悦，谢谢，谢谢。谢谢王悦，喜欢王悦刚刚表演的朋友们，不要忘了在呼喊冠军的同时，一定要记得为他投票哦。3、2、1，请锁票。谢谢。在开放麦的时候，王悦这篇稿子已经炸到不行了，是吧？炸到现场观众也是跟观众一样喊冠军，又进步了，好厉害！天真姐。哎，我有一种想哭的冲动。首先，我觉得王悦你讲的，你整个人的能力是升级了。然后第二个呢，这是我第2次在脱口秀舞台上听到一位女性脱口秀演员公开的讨论月经这个话题。第一次是在小鹿的专场《女儿红》里面，然后这是第2次听到。我觉得今天整个我听到的感觉，就是你把女性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困境跟她的解决方案，我觉得都讲得很明白。尤其我最后你那句底，我非常的喜欢。其实很多事情都有最简单的解决方案，可能你真的花几10块钱买个药就解决的问题，不需要求助男性或者其他的所谓的社会共识里的一种认知才去解决它。我觉得你的结尾是非常有力量的。谢谢，谢谢。大林这是很熟悉的了，是，而且我觉得今天的表现是我打认识您到现在最优秀、最炸的一场，尤其是您说的所有的这些个问题，我觉得那个尺度把握得非常好。然后呢，所有的调侃，我觉得这更像是科普，就让我们都能明白这件事，因为很多男孩其实也并不了解这个。然后里头的一些个关于性别议题的一些个讨论，我觉得如果有哪个男的听完这样说这我还受不了，那他实在我太受不了他了，你知道吧？这是一个面向所有性别年龄段，就是小到听懂人话，大到听不懂人话都能听的节目。谢谢。确实，大林也是真性情。大鹏导演应该是第1次见到王悦的演出是吗？我很开心，就是可以通过这样一场表演，开启我对他的认识，我对刘洋的敬意又提高了。刘洋愿意做这样的选择，你知道面对的是多强的对手啊？肯定知道。所以你也成全了这场对决，啊。2个人都是能量非常高的选手，因为之前就是大家前彩的时候，王悦也表达过，就是他特别想挑战我，然后我是希望如果我满足了他的愿望，未来他有金牌，他也许能用在我身上给我救。我就是说挺尊敬你的啊。因为这么强的一个对手主动选择迎接这样的挑战，而且说实话，就刚才我听的过程当中，我作为一个男性，其实我是共情了的啊。你刚才说的所有的那些描述，让我对于月经它应该是怎么样一个感觉，我脑补了一下，
就是我觉得这样是真正的希望能够在这个舞台上看到的单口喜剧演员女性想要去表达的议题。其实我觉得真正的尊重就是大家伙儿就是这样的对话平视了，所以在你的这个表达里面，我都替你解气。我很欣赏你的表演，然后希望你继续能够在这个舞台上探讨解锁新的更多的话题。谢谢。对，我觉得王悦那个撞树的比喻特别好。对，我也是在那儿特别有共鸣，因为在那一刻，王悦讲了那个别人举着树来撞你的时候，我就终于理解那个是什么，就是痛经到底是什么感觉。然后我同时知道，我其实不是真的理解，因为没有人真的拿树来撞过我。而且是连撞7天，你知道吧？就是。我觉得那个妙就妙在，它让你以为你知道，但是你其实不知道，你就是永远不知道。我最喜欢这个王悦这篇表演的，就是他在诉说如此可能日常，但其实很深重的一个困境的同时，其实他表达的时候维持了最大的克制和客观。他当然就像几位所说的一样，那个。我刚刚注意到一点，本来在嘻哈演出之前，我不应该过多提你的名字，但是你好像是这个落泪了，是吗？哎呀，我嘻哈和王悦是非常好的朋友了，然后既然如此，就聊2句。我是因为确实我知道王悦痛经非常厉害，所以他讲到这地方，我会真的有点心疼。然后包括他上台之前很紧张，他一直在干呕，就他上台之前他是，我站教主喽，我站喽。我这么反胃吗？我仅仅念到我名字就吐了。不是他单纯紧张，教主他很紧张，他纯紧张，他纯紧张，然后很尊敬你，然后很看重你才会这个样子。包括他说他终于可以跟他爸爸说，你是一个有加两件，对。可能听过他专场的朋友的话，就可能知道他说这句话的含义在哪里，所以就会带入我可能有点个人情感了，不用管我了，我刚刚就有点克制不住了，我知道，但是我看到王悦站上来很完整的把这一篇稿子讲下来，我会非常开心，看到所有朋友为他投票，我非常感谢你们，谢谢。我也稍微补2句哈，就是很为王悦开心，我很开心看到我们在这个舞台上能讲的东西越来越多，而且非常感谢观众的这种接纳。其实就是为什么王悦刚开始说痛经的时候，其实那是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大家会不会紧张，能不能接纳这个话题，其实决定了整场演出后续的气质。所以刚才大家一下子就接纳了，很愿意听到这个话题的那个样子，其实是对于女演员来说非常大的一个肯定。也正是因为大家的这种因为对她喜剧、对她内容的接纳，所以这个舞台我们能拓展的边界才会越来越大。非常感谢大家，很开心。哎呀，真是不想，就是第一期上来就是在泪洒现场，知道吧？就一忍再忍，但是一忍再忍，无需再忍。还是很感慨吧。其实今年感觉，上来演这个挑战教主这个事儿，其实我真的做了很重要的决定。因为去年我是一个新人，然后其实不太有胆子，然后站到舞台上来挑战这种前辈们。但是今年就想再挑强的打，今年就是，因为过去的1年真的在各个剧场里面收集了很多观众们对我的爱，然后我觉得我收集了很多的能量，包括我的好朋友今年嘻哈，我去年一整年在节目里面 cue 他，就是说我的愿望就是希望他能来参加节目，然后今年他真的就是来了，然后我感觉站在这个舞台上，我就感觉我已经赢了，真的就是。再好的笑话没有笑声，它也不成立。谢谢各位观众朋友们对于王悦刚刚这段表演的支持和包容。谢谢大家。这无疑会是一场非常精彩也非常激烈的对决。终究我们要公布这个挑战的结果，那我们把刘洋教主请回舞台中央。2位都获得了气氛组的全票。我的天，手就吐了。那么谁将在这轮对决中最后胜出呢？结果请看大屏幕。这是强对决，我天，今天节目有点太好看了吧！王悦这一季确实是非常的令人刮目相看。
我觉得他的尺度拿捏得非常的好。我觉得教主有一种很强的气场，非常善于讲故事，然后他的内容也非常的精彩。哇，这一组是我看的最心惊胆战的一集，真的是才上台2个人就贡献了跟总决赛一样激烈的演出。哦，恭喜王悦，我们也恭喜教主183票，非常优秀的成绩。根据我们的赛制，教主要暂时前往待定区。虽然我觉得和宋小北的话是一样的，我个人觉得你非常有机会再回来。这没什么任何遗憾，心服口服，实至名归。而且最重要的是，因为一想到要去待定区，能跟特别松弛的小北在一起，我一想到这个，我和去年一样。对。我和天真姐的感慨是一样的，教主总是参加在这种伟大的斗争之中。他这严选绝对的。那我们送教主去待定区陪伴小北。加油！哎呀，都已经有点习惯走这个路了啊！第一轮讲完就往这走啊，心服口服，这个没办法，心服口服。咱们第一轮交个朋友，对不对？第2轮你可以手下留情，哇，都从长计议，好吧？这是有深谋远虑在啊。教主是那种人非常好的人，就是教主感觉他来这个节目，他是为了就是普照大地，他就是过来就是照顾那些新人演员、不熟的那些演员的。可以先聊要讲什么段子，然后现在问题在哪儿，然后我们不去直接加梗，我们脑爆，得讲特有共鸣的。这就是新人吃亏的地方。哦，你不是后面怕收不住吗？如果有良好的 callback， 这儿直接就能用。我觉得他真的有一种羽翼丰满之后，然后去护照他人的感觉。他真的有在积极的给我们去看稿子，对自己的经验倾囊相授。我觉得咱没有跟错人了。新人挑战魔王，大家会给你一些个勇气分，然后各位也是这样的，不是只有挑战魔王是出彩的点。就自己淋过雨，不要帮别人撑伞。我当时真的觉得很感动，我更爱教主了。我觉得这是大家的一份错爱和谬赞。我希望能带着这种期待，更努力一些吧，努力奋斗。咱俩我也讨厌。王悦刚刚的表演非常的精彩，但根据我们的规则，他还不是这一轮最终的赢家。我们的抢金环节仍然在继续。如果有其他演员要发起挑战，争夺这枚金牌，请起立。倒计时5秒钟。啥意思啊？有无的吗？无人挑战，那我们恭喜王悦成功晋级，同时拿到第1枚金牌。我们一起看一下他的最终票数，请看大屏幕，192票。恭喜他获得了星爷为那头第1名专门发放的复活金牌。让我们掌声送给王悦，前往晋级区，同时拿上你的金牌。我觉得看到王悦这个表演还是很开心的，因为他去年其实是以一个一直非常高的状态、舞台能量级别在跟大家在做表演。就是觉得你这个水流，你是一条河，你水流已经非常的足了，你接下来你要提升的是大家看不到的那部分。那你今天之所以能拿出这样好的表现，一定是做了这个静水流深的这个工作。我觉得他特别像一个武林里冉冉升起的新星，然后干掉了一个就是在江湖中成名已久的大侠。开心，我觉得王悦进步非常大。去年的他就是那种比较胆小的，因为来我不知道怎么打嘛。我要睡了，我接付航，我接付航。
今年说我觉得我想挑战我喜欢的前辈，我想哪怕输给他我都心服口服。我觉得这个也是他的一种成长，因为这个对他来讲是一个小小的一个进步，对他来讲就是哇，挑战成功了。对于我来讲，我会觉得从当时那一刻王悦开始，他又会是一个全新的王悦了。我一定要感谢讲月经话题的女选手，因为我那天月经我第一天正值痛经最狠的时候，当时我特别想蹲下，我要蜷缩在一起，因为我又冷又痛，这是一个无法回避的一个现象。所以说这个痛苦为什么不说？我觉得女性的有一些很微妙的情感啊，可能只有女孩能懂，而且都愿意为对方更想一步，所以我觉得这是很可贵的感受。我们也觉得特别合适，特别有意思，就好像是我们小的时候去上那种生理卫生课一样，啊，老师是愿意让大家明白这里头的意义。这个观念不就是这么一代一代这么改变的吗？其实说实话，我现在脑子都还是嗡嗡的。我刚刚从那个舞台上下来过后，拿着手机，我发了一条朋友圈，我说哭了、笑了、疯了、值了，真的啊。春福焙茶。茶倍儿香，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一口春福茶香倍儿足，经上市哦，还是无糖的。那我们比赛仍然在继续，下一位即将出场的朋友仍然是老朋友，去年上过节目，也以一己之力带领着他的这个广深三角猪俱乐部在喜单舞台上杀出重围。欢迎回来，我们掌声有请戴维。下等会儿。Hello， 嗨，大家好，我是戴维。谢谢。其实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啊，就我有一个非常独特的家庭关系。我接下来这句话信息量有点大，大家集中注意力，好吧？我爷爷他离婚以后，带着他的小孩，娶了同样是离婚以后带着小孩的我奶奶，啊，就是带着小孩的重组家庭。我爷爷其中一个儿子。和我奶奶其中一个女儿，后来是我爸妈。别担心，合法的，领了证。对，我爸妈是异父异母的兄妹，所以我小时候真的以为哥哥跟妹妹就应该是天造地设的一对。我看那些狗血偶像剧，我就觉得没有问题啊，非常现实主义题材。这真的会让我有点混乱。我从小就搞不太懂那些正规的亲属关系。我是直到上初中，我才勉强分清楚爷爷跟外公到底有什么区别。在我家是同一个人啊。那我同学告诉我说，他爷爷是他爸爸的爸爸，他外公是他妈妈的爸爸，不是同一个人。我说啊，你们家好乱啊！我甚至到现在我还经常记不住姑父跟姨父、表姐跟堂姐到底有什么不同，啊，对于我来说都是一样的。就我整个家庭关系被极大的简化了，所以后来学英语学到 grandma、grandpa、uncle、cousin 的时候，那别的同学是很奇怪，老外怎么这么不讲究？只有我，既亲切又有点忐忑。我心想，我该不会是美国人吧？难道我老家佛山是佛罗里达的一座山？不过话说回来，我们家这个配置其实优势非常大。我们家庭关系就很融洽，因为是这样。首先，你想，最让人头疼这个婆媳矛盾，直接就没了。我妈的婆婆就是她亲妈，哇，他俩才是一伙的，啊，相当于微信可以转支付宝了。猫给耗子搓上澡了，马斯克坐着比亚迪跑了，我一个老广用上东北小品的喜剧技巧了，很和谐。
然后我妈结婚以后也不会有那种寄人篱下的感觉，她属于是嫁出去的女儿接回来的水，确实很方便。登记领证也只需要带一个户口本，工作人员就问了，哎，女方户口本呢？我妈说往后翻。我爸妈感情也一直都挺好的，我从来没有见过我妈动用夫妻吵架的绝招，回娘家，没听说过。也幸亏他们感情好，要不然他俩要是离婚的话，那也太尴尬了吧。我妈真的管我爸叫前夫哥。我也不可能跟我爸断绝父子关系，会很蠢。我怎么跟他说？我没有你这个爸爸，从今以后你只是我的舅舅。正月就去剪头。确实好处非常多，还有像什么过年回家都不用争回谁家的，根本说不完。我爸曾经语重心长地跟我分享他婚姻的经验，他说：“我跟你妈这一路走来，真的好省事。可能婚姻长久的秘诀就是省事。这家庭关系太好，以至于我看到别人家族微信群的名字，我都有点想笑。我说就凭你们，也配叫相亲相爱一家人？顶多客客气气两家人。就一般家庭里面最难处理各种问题，在我家都不存在。我们家结构性不矛盾。正所谓树挪死，人挪活，亲妈最好是婆婆。当然你们也不可能模仿，对吧？所以我也不在这里婆婆妈妈了，就祝大家家庭幸福吧。谢谢大家，我是戴维。谢谢戴维。喜欢戴维刚刚这段表演的朋友，请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倒计时最后3秒钟，3、2、1，请锁票。再次感谢戴维。他是那个《家有儿女》里边那个小雪和刘星的孩子，是吧？是这么一回事儿，对吧？北方喜剧看得少，我还没看过《家有儿女》来。确实很有意思，我确实也要想半天，是吧？就是很复杂的一个人物关系。刚刚我看几位也是听得有点懵，是不是？还是怎么回事？思考了半天。其实倒也没，就是他投的这个设定是一个很有意思、很好玩的设定，然后剩下的都在这个设定之下来抖的他那些个包袱。如果这个段子在线下听，我觉得是特别好的，但是在综艺节目当中，可能或多或少还得需要一些个，就那个。哎，对，就那个，对，所以是个很好的节目，但是确实我们没有找到那个点。这整体很好啊！谢谢。我是觉得戴维稍微有点吃亏啦，因为前面那个气氛调得有点高，所以大家可能就是会想要更嗨一点或者浓度更大一点的东西。因为你是属于那种其实文本结构到叙事都是比较安静派的，就是其实是要静下来听，能听出你里面的那个好笑的部分。我一直以为后面还有别的故事。这一家人去面对一个什么事儿的时候，通过这个特殊的人物关系怎么解决的？感觉开了个特别好的头，好像《家有儿女》大电影啊哈。他一直在讲这个关系，对吧？但是没有讲具体的事情啊。其实我觉得您中间讲的很多点，其实都能展开说，但您就是把几个可能讲的议题都抛出来了，但没有细说。比如说怎么个回娘家，比如说怎么个开家长会，怎么个就是这都能拆开了再往里说的，您都过去了。因为确实家里关系好的话，其实没有什么负面的素材可以写。确实，咱们这个戴维这个粤菜接在川菜后边，确实。你这个比喻也太精准了。就是你们的味蕾确实也受到了巨大的冲击，然后舌头上还沾着很多的花椒，然后。是，那很遗憾没有获得我们气氛组的拍灯，但是此刻仍然要开启我们的挑战环节。其他队伍的演员如果要向戴维发起挑战，就请起立，倒计时5秒钟。哇！我也来个广粤菜嘛，广东人。李卓言是吗？
也是今年的新朋友。那请戴维先回到选手席就坐，掌声有请李卓言。我叫李卓言，大家一般叫我阿烟。你们接到邀约的时候，第一反应是什么？很开心。上场之前对自己说一句话吧。加油。没了。平时私底下也是这样子。我平时不怎么说话。我到现在不敢跟他对视，我都害怕他。你害怕他？害怕他。害怕我。阿烟这辈子脸都是这样的。我之前搞了一个新人培训班，我有尝试给那些新人提意见，他们觉得我在骂他们。卓言，别被快剪，接点商务，开心过年。我们一起包饺子。那你来这个节目有什么目标吗？能被记住就行。那直接投吧。希望你们已经习惯这种口音了，然后可能你们也看不出来，我真的很高兴能看见你们。我只是单纯脸长得有点臭而已，脸长得有点臭嘛，看上去不太友善什么的。我甚至有个朋友他跟我说过，他说：“哇，你长成这样，不抽烟很浪费哦。”我是怎么知道自己脸真的有点太臭？就是我居然可以让一个陌生人帮我穿鞋，当时是在溜冰场，我不会穿那个溜冰鞋，我让一个游客帮我穿的，我不知道他是游客，直到他帮我穿完之后，他抬起头跟我说：“那我现在可以溜了吗？”我跟他道歉，我说：“你为什么不拒绝我呢？你不觉得这样很奇怪吗？”他说：“啊，我不知道，我以为你人就是这样的，不敢说什么，你脚上又穿着2把刀。”哎，我觉得我在他眼里面，我可能是那种，就是如果在路上突然背后痒了，会强迫一个路人帮我挠痒的那种人。你过来，手干不干净啊？你过来帮我挠一下背吧。哦，这个你不用管，这只是我身上背着的几条人命而已了。脸臭是天生的，我小时候也长这个样子。但说实话，小时候是不会有人给我递烟的。我这种长相只会被别人看不顺眼，甚至有一些嘴比较坏的人还会说我丑。主要是上学的时候嘛，我只要经过一群男生，他们就会开始打闹，他们都会喂，你老婆有病吧？你老婆，我当时真的不知道要怎么办，因为就算我你老公那样骂回去没有用的，起不到一点嘲讽的作用，因为有些女生是真的愿意找一个丑男当老公的。喂，你老公啊？对呀，哎呀，他人很好的。但长大之后情况就好很多了，没有人说我丑了吧？有时候也会被夸了，就是从小一直被说丑，到现在长相才被接受。哎，难怪说颜值就是正义，因为正义总在迟到。有时候我发一些演出照在网上，会有网友在下面评论说：“姐姐杀我。”背上又多了几条人命。我朋友跟我说，他说：“哎，你这不是丑啊，你这种叫做长得有高级感。就是如果你在农村的话，肯定还是丑的。在大城市，大家会觉得你很酷。你到了什么米兰那种地方，大受追捧。
我没有去过米兰，但我去过农村，很准。但有什么用，对吧？难道有一天我被拐到东南亚，然后村民就会开始围观，然后我的头套一被摘开，他们就，哇，喂，你老婆吧？那个人贩子在后面都懵了，他说啊，不是吧，没有人买吗？我听说他在米兰很抢手的哦。这样也是因为审美确实一直在变。但我不明白为什么我朋友说脸臭就是高级感，因为我以前有唇钉的时候脸更臭，但我不觉得那有什么高级感。有唇钉之后，我总觉得如果有一个人他想要侮辱我的话，他只需要往我嘴上扔一块冰箱贴就行了吧。所以其实我对于长相上面的称赞还是有点警惕，就好像唐朝是以肥为美的，对吧？但瘦的人可能就很可怜。就其实唐朝一开始真的是以瘦为美的，我甚至觉得杨贵妃其实没那么喜欢吃荔枝，她只是以肥为美之后，她想尽办法快速增肥，然后刚好听说岭那边有一批货很猛。万一皇上又换口味，喜欢那种什么大腮帮子的话，妃子全都得去嚼槟榔。整个后宫都是方块脸，皇上一推开后宫的门，哇，来了，我的世界。所以其实我有猜想过，我觉得武则天当初之所以选择登基，可能也是不想再迎合任何人的眼光。她14岁就要开始讨好中年男人，自己熬到中年之后要去哄小奶狗。她可能有一天在想，怎么穿个衣服都要看别人颜色，烦死。那我穿龙袍算了。然后这里谢谢大家，我是李卓妍。谢谢李卓妍的表演。喜欢他表演的朋友们，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3、2、1，请锁票。掌声给我们今年新来的朋友，欢迎来自厦门来风俱乐部的李卓妍。卓妍就是脸臭是一直的风格，是不是？是我的长相。哎，那你有就是开怀大笑的时刻吗？有啊。我觉得你在米兰会大受欢迎的。谢谢。我觉得那个卓妍这个选题还是蛮好的，就是讲容貌焦虑在不同场景跟环境下跟你自己自身的关系。就可能你的风格是这样子，比较冷静的剖析，然后冷冷的像甩一个飞刀一样，啪这样子小刀刺过去的感觉。但我好像比较期待那种捅一下，就是感觉好像被捅的不够。啊，你喜欢痛是吗？为什么从你嘴里说出来的那些词都特别有台词感？对，他讲完以后我就觉得啊，我好像应该喜欢痛。又背了一条人命。人很有性格是吧？大林，你之前看过类似风格的演出吗？我给这一票的原因就是怕现在这个时刻，我要没给，我不知道怎么面对你。他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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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乐了。行，好，这票给的不亏。我觉得他的风格，尤其慢条斯理到最后甩出这么一下，啊，确实是两个这个粤菜对粤菜，但是你这个调味稍微比那个戴维要更重一点，所以而且也是您确实头一回来，所以我希望您往后再接再厉。当然我这一票也管不了什么用啊，就是我比较支持您。很有用了，谢谢。啊，得了，谢谢您。大鹏导演好像是第一个拍灯的，对不对？是，我得拍。我们只能拍一次，是吧？对，但您可以以示尊敬多的。我们有没有什么权利，就是说直接献给他？金牌，别人会来抢的。我的意思是有没有那种直接的，就是你有？如果您的那个下一部电影里面有那种骑着一辆大摩托车，但是其实性情非常温和的角色，可以考虑他。就是《长安的荔枝》已经拍完了。上映了。
如果拍之前咱俩认识，没准你能演杨贵妃。这是我今天坐在这里被你征服了，这场子完全被你罩住了。你把它变成你自己的地方，你的每一个停顿，然后他那种有气无力的那种声音都是它的一部分。我喜欢你，谢谢。哎，无论在农村还是在米兰，我喜欢你，谢谢。但是不客气。说到美这个事儿，其实拍这部电影的时候也纠结过。那贵妃她到底长什么样？我觉得她不应该让大家具体的知道她长什么样，因为每个人有自己的标准。我觉得并不是说你长成什么样，你是什么款，你要因为别人的眼光和评价确立你自己的自信的，不是这样的。我觉得今天的你就做得很好，你就是这样的，站在舞台上会吸引到你的观众，你杀到我了。加个微信吧。下来一定加个微信啊！我们也期待李卓妍在米兰宣传大鹏导演的新电影。行。我想补充一点，我非常喜欢阿嫣的表演，因为她也知道节目的节奏是什么样子，但她依然在坚持自己的节奏，用自己的节奏征服大家，并且我觉得她最后一句话非常的掷地有声，其实就是当这个规则让你撞得头破血流的时候，去改变规则，不仅要上桌，自己上主桌制定规则。非常感谢你。说句真心话，李卓妍，你是我见过所有中国脱口秀演员里面最像安东尼·折寿涅的人。真的吗？我个人的标准。谢谢李卓妍的表演，我们也谢谢气氛组给李卓妍加上了2票。那我们有请戴维回到舞台中央。那究竟谁会在这场比拼中胜出呢？结果请看大屏幕。戴维其实他挺厉害的，就讲多少年了。戴维，而且他是文本型的，他还做编剧啥的，他那个东西都是一套一套的。李卓妍的文本呢，有一种独特的韵律感，再加上他自己的口音和自己那个节奏，他在舞台上讲这一段，你就能感觉这是一个文本和人高度结合的一个段子。恭喜李卓妍获胜，也恭喜戴维141票。根据规则，戴维要暂时前往待定区。去之前有什么还要跟大家聊的吗？哇，待定区居然跟小北跟教主在一起，我配吗？他不配，不是。啊，我先过去了。会回来的。那挑战仍在继续，倒计时5秒钟。所以李卓妍，你面前的选择是2个。东晓吧，方便吗？腿脚。可以。好，李卓妍选择东晓，那请李卓妍暂时回到演员区休息。我们掌声欢迎东晓。哎，大家好，我是东晓。哎，谢谢大家。我腿脚不太方便，啊，就是走起来歪歪扭扭。这个是小时候一次脊柱上手术后遗症导致的。哎，当时手术前大夫跟我们家里人说做完手术之后就2种情况，第一种就是小腿发育不良，影响行动不便；第2种就是大脑发育不良，智力缺陷。很害怕，朋友们。哎，你想，前者是我未来人生的道路上充满了磕磕绊绊。而后者是我未来人生的道路上不知道什么是磕磕绊绊。哦天哪！哎，从你们反应当中，朋友们哪个结果更好，显而易见。所以当时全家做完手术之后，赶紧给我检查了一下，万幸啊，是瘸了。东晓非常遗憾没有获得气氛组的投票。刚刚李卓妍获得了气氛组的2票，那最终的比拼结果如何呢？东晓获得了132票，前往待定区。那剩下的几组演员中，还有没有人要向李卓妍发起挑战呢？如果想挑战，请起立。好，
就是要打，对不对？因为他们晚上飞机怕赶不上了。牛逼！掌声有请来自德云社的叔叔和我，欢迎。大家好，我叫尚小菊。大家好，我叫王九龙，我们是叔叔和我。谢谢。说实话啊，第一次站到这个舞台，心里多少有点紧张。不要紧张，天塌下来我帮你顶着。谁在说话？哎呦，不低头都看不见你。你不要拿我的身高开玩笑啊！我的身高在德云社还是很神圣的，我是为数不多可以跟郭德纲老师平等对话的人。好，身高咱们就不提了。好啊。这一次我们的表演跟相声有所不同，会有一点。因为今天呀，我们不要桌子，不要大褂，不要包袱，不要排名，我们脸都可以不要。这得要。你要它干嘛？你要它干嘛呀？毕竟我最近在准备一件人生大事。哦，你要风光大葬？没那么大呀。那就随便埋。就不是这个事儿啊。是什么事儿？我要求婚。我不同意。谁跟你求婚了？到底这组对决结果如何？请看大屏幕。恭喜李卓妍，连续守擂成功。李卓妍已经1穿3了，对不对？根据规则，我还是要问坐在那边的各位，有没有人继续要向李卓妍发起挑战？如果愿意，请起立。倒计时5秒钟。没有人发起挑战，那李卓妍获得这个晋级名额，恭喜你！我们组的骄傲。我们也看一下大屏幕，李卓妍最终的票数是151票，也恭喜李卓妍成为我们这一季节目第一个拿到晋级席位的新人演员，为我们新来的朋友开了一个好头，谢谢你。哎呀，151，挺好，恭喜你，厉害。那接下来登场的这一位也是第一次来到我们的舞台之上，她是一位来自上海线下的女生演员。虽然是第一次上节目，但这些话我相信她已经憋了很久了。我们有请黄一锦。我叫黄一锦，今年26岁，目前在上海做全职脱口秀演员。黄一锦就是我推荐给节目的，我觉得他属于那种比较平静，但是段子喜剧性还是很强的。黄总的风格就是那种悠悠的就戳你一下子那种，悠悠的就戳你一下子。他能用一种比较平静的语气说出那种特别犀利的话。我当时听完他的演出，我觉得特别爽。好多人说我有什么淡淡的死感，其实我是有点紧张。我来这个节目，希望有一个再往前走一步的机会。对自己说些什么？你应该可以。我不敢保证100%，但是95%可以。然后要自信，不要想别的。加油，黄一锦！加油，加油！ Hello， 大家好，我叫黄一锦，我今年26了，还没有谈过恋爱。我之前跟朋友说的时候，他说快拉倒吧，我看你长得像离过婚的。也有一些人追我，但是追我的人岁数都比我大，30多岁，比我大30多岁，是不是挺荒谬的？我之前我朋友跟我说黄一锦，我感觉你长得特别招老富翁的喜欢。现在好了，富不富我不知道，老翁是全送我这儿来了。 现在追我的恨不得没有50以下的，算命的说我今年犯桃花，我都纳闷怎么我这桃花长寿桃上了。最近有一个男生应该是对我有意思啊，比较年轻，52，我都觉得他有点幼稚。他是我的一个领导，不会半夜3点翻到我2年之前的一条朋友圈。 给我点了个赞，我说老年人是较少哈，
我是个很爱发朋友圈的人，我算了一下，2年来我发了2000来条朋友圈，半夜翻我2000条朋友圈，拿我朋友圈当读者看了。而且我是不知道你们朋友圈平时都会分享一些什么内容，我朋友圈分享的东西很简单，全是我对一些事儿的想法，我对一些事儿的观点。我发现这个老头大半夜不睡觉，翻了我2000多条观点，就赞同我1条。我都觉得他那条不是赞同，他在那儿留了个书签儿，说今天就读到这里吧。那你没有办法，你那会儿刚认识，低头不见抬头见，他总给我点，我也不好意思完全不理他，所以说刷到他的我也会给他点一点。问题是，他给我点的全是我2年之前的朋友圈，没人发现。我给他点的都是他最近的朋友圈。现在所有同事都在传，我要追他。在他朋友圈里面只有1种赞，我是不怎么敢点的。他会分享他自己的健身视频，还会喊我一起健身。他喊我的时候，我在想，我说和你健身，哪个公园哪棵树啊？我有时候看他发那个视频，我也觉得挺搞笑的。我还想去跟同事聊，我说：“哎，你看他朋友圈发那个健身视频了吗？”我同事翻了一下，说：“没看见呀。”我说：“我也没看见。”他会对我的穿着打扮提出他自己的建议。有一天跟我说：“小黄，你平时这个妆化得太重了，男生不喜欢你这种类型，没有安全感，看不住。”看不住，什么人的择偶标准是能看住啊？啊，别人想找个好看的，他想找个好看的。而且我说心里话，也没有必要看着我。按照岁数来说，我感觉他更容易走丢。这个人好像一直觉得自己在跟我搞暧昧，他有点太笃定了。他笃定到我都开始怀疑自己了。我说会不会其实我喜欢他，就是我没发现，他发现了。过了几天给我发来这么一条消息，他说：“黄妍锦，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我当时看完脑海内警铃大作，我说坏了，这老头要跟我表白。你怎么回他？我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我说我喜欢年轻的，有点过于针对他了。我说我喜欢长得帅的，他这种人又很难认为自己不帅。你很难找一个切入点。我真的绞尽脑汁另辟蹊径回了他一句，我说：“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哈哈哈！不要小看这个哈哈哈，很有巧思。多一个哈，4个哈呢，显得有点热情了；少一个哈，哈哈，又过于嘲讽。哈哈哈！就可以维持一种微妙的距离感。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哈哈哈！我真的觉得这个是我能想到的最智慧的、最委婉的拒绝了。大爷回我说：“我想把自己介绍给你。”我回他176个哈，176个哈就能把这句话顶到我看不见的地方。就是我发现他这种人不懂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叫做面斥不雅。就是你作为一个文明的现代人，很多话其实不需要当面骂你就应该明白，对吧？你就感觉他在装糊涂，因为这个人平时在单位跟他的领导一点就通，怎么到我这一点言外之意都听不出来，只能听到自己想听的。我说你是要给我介绍对象吗？他只能听到你我对象。我后来真的是累了，我都开始希望他能正儿八经跟我表白，真的，我特别希望他能好好的跟我说我喜欢你。这样我就可以好好的跟他说滚。我需要一个这样直接拒绝他的机会。终于有一天他半夜给我打电话，他说：“喂，小黄，我喝多了。”我喝多了这句话大家都知道什么意思，就是我接下来要说的所有话呢都很恶心。他说喝多了。我就喝多了跟你说啊，我觉得你长得挺好看的，
以后我老婆要是能长成你这样，我说你看不住。讲到这儿吧，现在。谢谢黄义锦的表演，喜欢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他投票，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谢谢。我们再把掌声给黄义锦，我觉得表演的台风其实完全看不出来像是第一次登上我们的舞台的新演员。我觉得就是你在台上的节奏非常的稳当。我挺紧张的，其实。啊，是吗？但你看起来非常的淡定，对。我觉得他这个题材其实蛮难讲的，因为它本质是有一点职场性骚扰嘛，就是你要把这个事情讲到要大家觉得好笑，然后你要讲出你的态度，你要讲出对那些人的嘲讽，本身你又是个挺体面的人，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有点蛮难讲的。所以我特别喜欢那个176个哈哈哈，就是他其实表达了我其实不知道怎么应对你，我只能哈哈哈把这个事情刷屏刷过去折过去的一种，我觉得大部分真实女性比较无奈的那种心理。所以我觉得他在处理这个比较窄的题材的时候用的方式，我觉得是蛮好的，就是很舒服，然后很稳，所以我很喜欢。谢谢。因为您的这个表现形式，就我觉得跟刚才陆姐说的，其实陆姐前面那说的特对，就是特稳当啊。在这个时候把您这包抖出来说，就初觉好像，还真是那么回事，就越琢磨越有味儿啊！所以我觉得您保持您现在这风格，我觉得在目前看到的舞台上，没有任何一个演员跟您是同一个这个类型的啊！您这挺好。谢谢。特别喜欢你的表演，而且没听够，很想知道后来，又怎么样了？后来我就不在那个地方实习了，这事儿就过去了。因为听的时候完全能够代入，就觉得日常生活当中我们其实有一些所谓朋友圈的社交礼仪吧，它真的就是这样的。我也要反省我自己，不要这个深夜给人打电话，随便点赞啊。其实就是你那个哈哈哈那块儿，我觉得太妙了，因为我们其实在回复每一个人的留言的时候，代表了我们心里面。你是怎么想的？你想直接的把话说出来，又不让对方尴尬，有的时候不得不使用表情包啊，还得使用什么样的表情包？其实这里面都有讲究的，所以我觉得你的细节拿捏的特别好，我特别喜欢你的表演，加油！谢谢大帮。而且在过程中，台下也有观众是频频点头的，即便不是笑点的时候，他们说：“哦，这个情况我是遇到过的。”那如果我们遇到这种除了像他这么幽默的，那有什么办法能够回击也好，或者是能让自己处于安全的一个状态吗？或者一些小的建议？我也喝多了。我想说一下，不好意思，因为我之前是做 HR 的啊，我跟大家讲一下，如果是职场性骚扰，他们有跟你打电话或者发消息的话，保留证据。一定要保留好，然后发给你们的 HR 看。因为如果你不这样做的话，可能你像黄总他就是离职了嘛，他就不但是那个去发起性骚扰的人，他还会有下一个目标的，他会去骚扰别人的。所以我觉得就是我们所有都被骚扰过的人，大家可以去搜集证据然后去举报那个人，就这个样子，就大家互相帮助起来，对。以直报怨啊，不是不可以的选项，对吧？好，那我也看到黄义锦获得了我们气氛组所有成员的3票满票。接下来我们仍然要开启挑战环节。如果要发起挑战，请起立。目前还没有一个手雷成功的。梁岩我看也跃跃欲试了。倒计时5秒钟。最后时刻，一颗寿桃站了起来。太坏！我以为这个环节最不可能站起来的就是你。好，看热闹的都坐下好不好？那个，我们要看一眼最终黄义锦面临的选项都有谁。
黄义锦呢，我们其实也有点小渊源，我们甚至还在北京的线下一起比过一次赛，然后跟我们组长一块商量商量，感觉哎可以有机会，然后就果断就站了。我觉得两个美女站在一起，就是这样玩会很好看。我选甜甜吧，我说两个美女打会很好看。好，那么根据黄义锦的选择，请你暂时回到演员区休息。我们掌声有请甜甜。Hello， 大家好，我是甜甜。甜甜虽然是去年来过，但她今年是不讲漫才，讲脱口秀。今年东西没在了，只剩下成就。甜甜，犀利毒舌美女，地狱笑话使者。漫才我有可能没有太展示出她的那种特质吧。今年她以单口的形式再杀回来，非常期待。很能拓展这个舞台的多元性。希望大家看到不一样的我，好吗？大家好，我是甜甜。我第一次来月经的时候是在我11岁，当时我们那个时候对月经其实是会有一点羞耻感的，别说月经了，连卫生巾这3个字我们都不好意思提，我们会用那个来代替。对，两个女生交头接耳问对方说：“哎，你有那个吗？”哇，男生听了以为我们烟瘾犯了，跟我们说：“我有那个，要一起吗？”其实月经说白了就是女生的器官在流血嘛，对吧？有什么好羞耻的？男生老说男儿流血不流泪，但是如果真的让他们那里流血的话，有几个可以不流泪呢？其实我觉得月经没有什么的，是因为大家都遮遮掩掩的，才把它变成一件很神秘的事情。就是你去便利店买卫生巾，店员会特意用黑色塑料袋给你装好，因为他们说害怕男生看到，但是男生看到了会怎么样？没有人告诉我。哇，直到我去年去了一趟张家界，我去买水果的时候，店员也会用黑色塑料袋装水果。他说因为害怕猴子看到。会抢，但人肯定是和猴子不一样的。其实我们人更喜欢抢黑袋子装的东西，因为现金、黄金都是用黑袋子装的，对吧？现在卫生巾也用黑袋子装了，你说是不是就会有一个倒霉的笨贼，曾经就抢到过卫生巾？啊，但是我一点都不为他担心，因为即使他气到吐血，也能很快的把血止住。我觉得现在电视上的广告好像都在刻意的规避女生的痛苦，我不知道为什么广告里来月经的女生不是在唱歌跳舞，就是在爬山游泳。老实说，这些事儿我平时也不干。不知道为什么来月经了就突然间想干了，搞得月经跟体育课似的。就你要拍，你可以拍写实一点，你也不要说什么做女生精彩不停，你就直接写做女生到50精彩会停。最气人的就是卫生巾的长度，居然没有一个牌子的卫生巾长度达标。我真的合理的怀疑研发团队全是男生，因为他们最擅长的就是谎报身高。而且我真的不明白，就是广告里的女生为什么垫一片卫生巾就可以变得生龙活虎的？老实说，我痛经的时候吃止痛药效果也不大。我看完广告我都困惑了。是不是我止痛药的方法使用的不对？它该不会不是内服，而是外敷吧？啊，这卫生巾里到底是加了什么让我们那么快乐的东西？后来知道了，加了荧光剂。老实说，我之前一直以为那个东西是见不得光的。没想到它发起光来，居然可以照亮我痛苦的出口。谢谢大家，我是甜甜。谢谢甜甜精彩的表演。投票倒计时，3、2、1，请锁票。确实也是一个段子风格和
自己这个艺名反差很大的一位朋友。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甜甜去年其实是来了我们舞台上，但是是以漫才组合的形式，对吧？对。今年决定抛弃那个不成器的搭档。没有，因为他最近跟那个阎鹤祥老师聊得挺开心的。那咱俩聊聊吧。你没有开玩笑，开玩笑。确实，甜甜也是来自这个来风喜剧俱乐部和小佳呀，包括大家熟悉小罗、肉食动物。去年黑灯还有小佳在来风做了一场地狱笑话秀，他们两位就邀请行业内的脱口秀演员朋友，你们可以来开一些地狱玩笑，像我们，然后互相的这样，哎呀，怎么讲呢？文明骂街大赛吧。然后甜甜也是这个地狱笑话秀的这个参与者常客之一，对不对？对，我还拿了活阎王。甜甜，我觉得你的选题非常的锐利，然后你的整个表达也非常的犀利。我会觉得我还是要鼓励你对题材的大胆和你的这个勇气。好，谢谢你。我想甜甜这种可能，如果能定义的话，咱们可能能用偏比较黑色幽默这种方式，或者咱们叫地狱笑话来定义它，那一定会让不像是那种更大众化的那种笑话，能让大家就那么放松。我觉得每个人肯定都有自己的一个习惯表达的一个方式，这个很正常。而且我觉得本身跟这个黑灯他们一块儿搞的这个地狱笑话秀是吧？活阎王就是用阎王的这个身份去讲这个事儿吧，也能讲。但是我觉得呢，我并没有说谁高谁低，但我觉得像王悦这种菩萨式的传道，可能会更让我们能接受一点。您要是活阎王，我有点不敢那什么，我怕你判我怕你知道啊。是，您说的当然也没问题，肯定也都对。但可能这就是脱口秀舞台的魅力，就是阎王和菩萨两个人能互相欣赏，对，都觉得是很好的一件事。甜甜她是一个，她的个人风格非常的明显。甜甜她在就是她非常特别的暗黑的这方面的喜剧，是非常非常厉害的一个人。然后刚才可能确实是那一点点紧张的气息会有点压住了大家，可能没有更多的释放出笑声，所以我会觉得有点遗憾，因为我自己也经历过这种时刻。就是我以前刚开始讲月经的时候，我有那种我刚讲出来月经2个词的时候，就有人在台下哎呦。是真的有这种干呕，所以我会刚才整个甜甜讲的过程当中，很多次我也在大声笑，但是我会感觉好像有点笑得格格不入，有点难受。哇，你别难受，到时候传出去说你听我段子听得难受。没事，喝点中药调理一下，也许见好，真是。那一共甜甜是获得了气氛组的1票。那我们请黄怡锦重新回到舞台中央。2位的对决结果会是如何呢？请看大屏幕。黄怡锦作为一个新人演员，我觉得她表现非常不错。我当时她演完，我就替她松了一口气，我很替她开心。甜甜的段子能看到那种生命力吧，认清了生活的真相，依然选择热爱生活，就那种感觉。我们恭喜黄怡锦胜出，同时甜甜拿到了149票，很好的成绩。欢迎大家去看我线下的演出，叫做《我即是地狱》啊！谢谢大家，拜拜。我下一轮我就去拿金牌了。好。那牛头马面，你放过阎王吧，行吗？因为我知道我讲的段子风格是什么样子的，我觉得我在试一些新东西，那新东西刚进入市场的时候，就是你不能太乐观。我已经想过了，所以我就觉得说，哎，我们只要开开心心、漂漂亮亮的玩一场，然后我输的漂亮，他赢的漂亮，就是一个 happy ending 啊。那按照规则，挑战继续。黄怡锦仍然要面临可能来自其他组的演员的挑战，是否有人要选择继续挑战他呢？倒计时5秒钟。
好，那没有其他的选项，那请黄一锦先休息，掌声有请梁岩。大家好，我是梁岩啊，又来了。除了梁岩老师，我肯定觉得他的水平是很好的，包括在线下他的成绩已经证明了。我觉得线下太厉害了，听说了不就叫梁岩杯嘛？因为经常能看到朋友圈就心梗赛，然后梁岩老师就举这个冠军的牌子，就包揽冠亚军的那种感觉。然后在单立人演出拿了那一年的冠军，但是我很喜欢您的这个表达。哇，梁岩老师这么勇啊！梁岩是一个非常稳定的选手。这个一会儿淘汰呢，从这条路上走。我们呢3期啊，我每期都淘汰。我觉得这个就是线上线下的区别。就去年我来第一次参赛的时候，我的第一篇，你把这个表格给到这个大姐呀，写一笔就问一句，甜不甜这个啊？甜不甜？我就像在菜场卖桃，我说大姐这甜啊，这都甜，不甜不要钱。那个段子就是在线下，从哈尔滨到三亚，就是没有不好使的时候。在我预想里边，就是我说那个不甜不要钱，我就想的应该是啪啪啪啪4灯，然后实际上就是啪啪啪啪。去年大家看到梁岩淘汰的时候，会觉得哎呀好遗憾。我猜他今年肯定会准备的更充分，摩拳擦掌，想证明自己吧。他今年可又有经验又有储备，带着复仇的使命回来的，这不得杀疯了？啪啪啪啪！我觉得就是走一轮有一轮的收获，走一轮呢有一轮的这个成长。加油！希望可以慢点走。哎呀，寿桃非要来！哎呀，大家好，我是梁岩。啊，有朋友已经认识了是吧？去年就来了啊，走得太快了啊。其实我觉得淘汰的早呢也正常啊，确实还是年纪大走人家前面了。节目第1期一播，我朋友非常高兴，说：“哎呦，我说你是不是马上就走起来了？”我说啊，马上就走了。大家知道吗？去年年底还有一个活动叫爱奇艺尖叫之夜。啊，你看有的朋友知道，你别说我去啊，我都不知道这事儿。朋友也问说：“哎，我看那尖叫之夜那谁谁去了，你怎么没去啊？”啊，我说我自己叫了。我也叫了1夜啊，跟哪儿叫不是叫。去年上节目，其实确实还是可以清楚的看到啊，跟头部演员的差距。你看他们就会有单人的广告在地铁里，我跟他们不一样，我都是真人在地铁里。对吧？你看这些头部演员，他们的自媒体都是商务，我那儿都是业务。我现在很多评论都是说，梁岩老师非常喜欢你窗口工作的段子，请问现在失业保险1个月多少钱？我医疗保险这个月断交了，下个月还能报销吗？哎呦，我说这是不是就叫事业粉儿？关键是什么？关键好多我也不会，我还得给他问。我现在新段子没写多少，业务突飞猛进。说实话，去年你看节目播呀，我自己我都没敢看，我自己看自己，我还是觉得会有点尴尬。但是呢，看了看大家的评论，我发现你看这么多年脱口秀综艺演下来，确实还是培养了一批非常专业的观众。大家去看我们去年的节目啊，说小罗文本很好，新仔呈现很好，梁岩普通话标准。哎呦，我都夸在原材料上了都。夸你实在没得夸了，就好像我们出去吃饭啊，说这厨子炒这菜卫生，你都不如说这厨子普通话标准。当然我也想了，这还是一个很好的评价，对吧？因为你想，就是他们的文本和呈现都有可能在未来的某一场演出中表现不好，但是我的普通话始终标准。但是确实啊，这个也不值得高兴。你看大家也了解，现在啊网上就是这样，
任何一个评价都会有不一样的声音，哪怕你评价的就是声音，也不行。你看，有的人说北京话好听，亲和啊，他这个普通话标准，不用看字幕。有的人啊就说傲慢，哎，瞧不起人，就他这音儿再高一点儿，就有点歧视外地人。哎呦，我说还听出来了。没法解释啊，他没有逻辑，他不说内容，他就说口音，这玩意儿怎么改啊？我从来没想过有一天北京话被歧视是因为疑似歧视外地人。他那个评价啊，他那音儿再高一点儿就歧视外地人。其实大家听我这个音儿就挺高的，是不是？再高。我试了，再高一点儿，我除了皇上谁我都瞧不起。你们看，就这一个口音吧，就说什么的都有啊。有的说好听，有亲和；有的说歧视、瞧不起人；还有一些啊，说北京话自带阴阳怪气儿。笑什么？这是铺垫啊，这是铺垫。我自己不觉得啊，我看好多朋友写 report 说，哎，说听梁岩讲脱口秀就跟那个单位同事啊、大哥聊天似的，挺好的。我自己判断不准，我回家问我妈，我说您觉得北京话阴阳怪气儿吗？我妈说哟，这你还要问我啊？有一点。节目下来，你知道吗？也远没有达到自己的预期，就是还是没有人认识。我现在在北京呢，大概啊2周被认出来一次，2次被认错一次。节目播出，夏天我逛潘家园，逛完了呢，我出来打车去演出，我打那车还没到啊，另外2辆车停我前面了，摁下窗户来看我。颜良，颜良，哎呦，我这都喊激动了。我说我现在都有外国粉丝了啊！嘿，真是你啊，喜欢你啊，走了。我去，大哥很自信，我到现在我都不知道是不是真是我。大哥认错了就走了，一会儿我打那车来了，我打那车，网约车挺逗的，前面摆俩手机。一个导航，一个炒股，他就给我一种啊一边挣一边扔的感觉。但是这个挣的吧，就远远赶不上扔的。我甚至觉得他如果不炒股，他可能都不用开车，因为你想他一边开车一边炒股啊，你不难判断他大概率炒的不怎么样，是吧？这师傅明显也不太会，握着方向盘啊，一直盯着这个股市看啊，也不看路。我坐在后边我就害怕。我说师傅，我不懂啊。我说这个得一直盯着看啊。师傅说啊，你不懂。我跟你说，这股市我跟你讲，瞬息万变，你一眼看不见，很危险啊。我说路上也是啊。哎呦，我说这是不是就是巴菲特说的别人贪婪我恐惧啊？我也太恐惧了。这师傅啊，就只看大盘，完全不管方向盘。你就感觉也看淡生死了，也不看导航。我说对，导航也别看了，是吧？人生方向都错了。一边看啊，一边抱怨。他说：“你说我们这股市啊，怎么搞的啊？越来越差。”我说：“是不是有人干事不专心啊？”师傅也没听懂，继续抱怨：“我们的股市一瓶酒卖那么贵，你说正常不正常？我跟你说，这不完蛋了吗？你说是不是？”他说完啊，那车马上就安静了，唯一还有一点动静，就是我前面的那块屏幕还放着那些头部演员的广告，气得我就把头扭过去了。当时我们那车上啊，就是他不看导航，我不看副航。确实我不炒股，我很难跟他共情。我当时满脑子想的都是那些马上又要红了的演员。司机看我不理他呢，就继续看手机。看看股市，看看导航，看看导航，看看股市。哎，该红的不红。我跟你说，人有时候共情就是一瞬间。
我说没错，这世界完蛋了。谢谢大家，我是梁岩。谢谢梁岩，喜欢他的朋友千万不要忘记为梁岩投票。3、2、1，请锁票。再次谢谢梁岩的表演。哎，谢谢大家。虽然在段子里已经出了一口气了，但是这个成功的演完好像也是出了另外一口气的样子。我看气氛组也是投出了满票的成绩哈。其实梁岩去年的表现就非常好，这是咱们第一季的观众朋友们心中的这个几颗遗珠之一啊。没有，因为梁岩老师确实人家实力有目共睹，尤其上一季。就是中间您没有被淘汰的时候就讲来着，人家跟我说那个梁岩老师其实能力挺强的。说实话，您遇到的很多问题我也碰得着因为我对，因为我从小在北京长大的，我这个口音啊也会有很多的点评。您瞧瞧啊，可不嘛，没听说过。所以就听完您这个，我就特别的有这个共情力，所以方方面面我就希望您今年能够多走几步吧。得嘞，谢谢，行吧？别看咱岁数大，咱得晚走会儿是吧？是，好，谢谢。我觉得梁岩老师是一如既往的文本非常扎实，然后对生活的观察很细节。我觉得您的特点就是会把生活中看到的很多小细节，把它讲得很完整。你看出车里这么小的一个场景，你把它撑了整个表演过程，然后但是他的反应、您的反应，那2块皮儿怎么样？我觉得都是属于很多角度把这个事情讲透了，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比较有意思的。然后我拍灯是拍在那个高8度，再高一点。对，对，我觉得这个就是家的表演是比较恰如其分的。谢谢。很多年以前，就是我在北京，然后看一个线下的演出，那是一个拼盘的演出，当时就是在一个小剧场，然后有很多的演员表演。我第一次听梁岩老师是在那样一个现场，然后我谁都不认识，我就是坐在那儿听，所以我刚才想说就是，咱们刚才的段子特别的能够打动人。我觉得评判的标准不只是唯一的，这个场地里面可能我们有一套规则和标准。你说的该红的红了，我说的该红的不红。那是司机说的。但是呢，就是观众们他们也有自己的良知啊。我作为一个普通的观众，我在线下的演出里面，我第一次看到他的表演，我觉得特别闪光。所以呢，上一年度吧，就是这个节目，我是在那个电视里面看的，我特别为梁岩老师感觉到遗憾。今天我坐在这里，我就是特别的满足啊，我是您的粉丝。哎呦，谢谢您，其实我也是您的粉丝。从最早那大鹏得不得，到后边屌丝男士，到后边煎饼侠，确实都有买票支持。我的下一个电影里面需要找一位演员，他很合适了。那大鹏老师，我这许个愿，希望下一部作品能有机会合作。好嘞，谢谢。虽然开了好多玩笑，但是大鹏导演真的特别照顾我们这些脱口秀演员朋友，因为尤其像很多朋友真的是去年通过这个舞台被大家所看到，然后能有这个去到电影啊，或者是其他的机会，也是谢谢这个谢谢，希望大家该红的都红起来，好不好？刚刚梁岩也是获得了气氛组的满票，一个很好的成绩。我们再把黄一锦请回舞台中央。仅从气氛组的给票来看，是很难预测的一个结果。最终的结果会是怎样？梁岩老师，重磅级的我们的选手，我听他的段子，我都超级佩服，能写的那么细腻的观察，特别好。黄总他本身很优秀，我觉得他段子喜剧性还是很强的，我觉得是很有意思的东西。黄一锦我觉得他作为一个第一次上的话，他还挺厉害的。我们首先恭喜梁岩胜出，黄一锦166票，也是一个非常好的成绩。还要讲2句。没啥，我觉得节目新人输了不丢人嘛。那我们先欢送黄一锦到待定区。能回来 ，OK。哎，梁岩，你也别着急。
战呢？是的，根据咱的规则，挑战仍然继续。剩余小组里面还有没有人要挑战梁岩的？这一下得站。倒计时，最后5秒钟。这把金牌局。哦。